你不用给我大哥相看啦，我大哥有大嫂啦。啥大嫂啊？就是圈儿姐姐呀，你没看出来我大哥喜欢她呀？唉，这也不怨你，就是我也没想到，这大概就是所谓灯下黑吧。见天儿在眼前晃的人，心里一时没想到哪儿去。于水莲见女儿那说话的语气跟那村里老太太一模一样，七宝，这话不能乱讲。左先生是你先生，也是你爹和你哥哥们的先生，这要是坏了秋儿的名声，那可就不好了。是真的，娘，我看过了，秋儿姐姐和我大哥是正儿八经的缘分，扯都扯不断那种。你就上门给我大哥提亲吧。你还真看出来了？是真的。看来等于大郎回来得问问他啥想法了。你啥想法呀？娘，我听说这于家儿子5个，可没一个是亲生的，全都是收养的。于家婶子才20出头，先不说这婆婆年轻好不好相处，就说万一哪天这婆婆要是有了亲儿子，你说大家再是心疼养子，还能越过自己亲儿子去？可于家那个上门女婿如今都考中秀才了，听说学问极好，要不是去年发大水停考，说不定呀都是举人老爷了。要是就这么算了，将来……娘，这举人老爷一个县都不一定有一个，谁晓得他能不能考上？他又是个上门的，谁知道考上会不会变心改姓？大妞儿，这你就多心了。那于家女婿虽是上门，可人家待于老头可是亲爹一样，你要错过这样的人家，提着灯笼可都找不出第二家了。哎呦，青娟啥时候回来的呀？王清娟，大房长女，也是王家嫁最好的一位姑娘。我都听陈大娘说了，二婶儿，不是我说，这门婚事真是极好，你别小看了于家，人家有人学医，有人读书，听说那读书的几个小子个顶个的聪明，你想想看，但凡有一个出头的，那将来清秀妹子不就是妥妥的官家人了？那就看看再说吧。爹娘，我喜欢秋儿妹子，就是不晓得他们家看不看得上我。哎呦，你这孩子，不管成与不成的，你总是要告诉我们一声才是，不然我们不知道你心思，回头给你娶个不喜欢的媳妇儿回来，那可咋办？过2日家里忙完了，我就去找三姐打听打听。于水莲还没有起身去找左三娘，陈大娘就过来了。王家看好这门婚事，问你家可得空相看啊？我跟孩子他爹商量了一下，他爹说老二几个啊都有手艺前程，唯独大郎啥也没有，这事儿啊就先不提了，等大郎有了适合的营生再给他相看。陈大娘不觉得有什么，这谈婚论嫁本就是各看各的，很少一提就成的。他寒暄2句就去了响水村。娘，只怕王家那头不愿意。你个小人儿想的可真多，又没有正式相看，有啥不愿意的？啥意思？我没嫌他是个养子，他家倒还嫌弃起我了。清秀，话不能这么说，你是个能干的姑娘，可于家也有于家的想法，这不是才开始说，哪有一说就给准信儿的？没错呢，他于家是个啥东西？说好听点儿，祖上还算殷实；说难听点儿，家里连个男娃都没有。他就是个绝户人家，老一辈做了上门女婿，总不能将来小丫头长大了还招个上门女婿吧？他家这样的人家，有啥资格嫌弃我家妹子？不行，我要去找于家人问个清楚。陈大娘都看傻眼了，不是说这王家姑娘是个能干的吗？她眼前这算啥呀？8字没半撇呢，就要去找人家要说法，谁家说亲是这样的？哎，清秀啊，这本就是你家先提的，人于家也没有应承个啥，你咋能去找人家呢？王清秀脸色阴沉，只觉得自己受了莫大耻辱。看不上他，于大郎是有多好多能干，连自己都看不上。三姐，你这是……这娃呀，可是七宝给我带来的呢。不是，是你和宋叔叔好人有好报。你这小机灵，嘴就跟抹了蜜一样。说吧，你想要啥？
1亿都给你。嘿嘿，我想要个嫂子成不？嫂子？成呀！哎呦，我们七宝长大了，小的给哥哥找嫂子了。不晓得咱们家七宝看中了谁家姑娘呀？是我看中了左大哥家的秋儿。三姐，你也晓得，我家名声呢不咋好听，好些人都说我家是绝户，所以啊，我也不敢贸然上门说话，想托三姐替我探探左大哥和左大嫂的口风，看看这事儿能成不？行，成不成的我都给你问一声啊。那就多谢三姐了。于家咋就没看上我家梅儿呢？你说的这是啥话呀？梅儿年纪还小，跟于家几个小子年纪也不合适。我瞅着吧，这应该是他们家大郎相中了秋儿，于家妹子这才上门来提亲的。赵连舟带着妻女从书肆出来，恰巧遇上了来给儿子买书的吴县令。走走走，择日不如撞日，今儿既是遇上，就得坐下一起吃个饭。去年那场大水，多亏了你们村提前得了消息，我这也免了一场祸事啊！大人客气了，这都是大人治下有方，不辞辛苦催促各地提前收割，才让我们奉县幸免于难呢。双方你来我往客套了一番，话也就进入了正题。不瞒老弟啊，我年底估计就会调任，以后啊，咱们要再坐一起吃个饭，实属不易了。那都要恭喜大人了，不知会调往何处啊？估计是淮江一带，可我老家在江南，眼下这情况，唉。他叹了口气，没有再继续。赵连舟也很识趣的没有再追问。啊，那好像是我大哥。好像还真是你大哥。于大郎像是被人给拦住了，正跟人掰扯什么。王姑娘，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婚姻大事自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双方父母不曾见面相看，如何谈得上嫌弃之事？那你倒是说说，我到底哪里不好你看不上？你们家那么多兄弟，你还是养子，就他一个小丫头片子，瞧瞧这身上穿的，比你们家任何一个男娃都好。就你们家这条件我都没嫌弃，你咋好意思嫌弃我的？这位姐姐，我大哥喜欢肤白漂亮的，还会读书识字的，这些你都会吗？哼，一个乡下小子，还真把自己当城里大少爷呢，还想要漂亮的会读书识字的，你做梦去吧。王姑娘，我爹已经是秀才，将来再进一步也不是没可能，几个弟弟读书也极好，我就不乐意娶个丑的，就想娶个漂亮的，还识文断字的，这犯法吗？呸！就你家绝户头子，还想娶城里的官家小姐，你心咋那么大呢？就算你爹考中功名，他会把家业给你这么个养子？王姑娘，好男不靠祖业，自有自己的本事。再说了，我父母家业给不给我，跟你有啥关系？我家的事，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来操心？你个榆木疙瘩，我这是为了谁？我都是为了你好。你是于家长子，费心巴拉替人家做事，别回头人家全给了上门女婿，你啥也搂不着。嘿，你这姑娘倒是有意思的很。你跟大郎是合八字，还是换庚帖了？还是于家上你家提亲了？你跑这儿来叫嚷，于家晓得你家门朝哪边开吗？对，我嫂子可不找你这样的。你谁啊？这事跟你有啥关系？他是我大侄儿，你说跟我啥关系？你跑来我们村撒野，当咱村里没人是不是？嘿，我说你是不是嫁不出去，存心想赖上我们家大郎？王家姐姐，你别光顾着家里干活不长脑子，回头被人卖了都不晓得。你个小丫头片子，生来就是赔钱货。你爹娘这么待你，早晚有你苦头吃。将来你那婆家……住口！我家闺女，我乐意宠着，关你啥事儿？你愿意当赔钱货，那是你的事。我家姑娘就是金贵，比男娃都金贵。你有意见？王金秀对上气场大开的赵连舟，瞬间不敢吭气了。他死劲儿瞪了七宝一眼，扭头拔腿就跑。他瞪我干啥？我又没招惹他。懒得理他，那就是个疯子。可不嘛，谁家姑娘像他这样，又没相看又没提亲的，就跑到人家里来堵人了。这要是相看了，那还不得把人给赖上呀？对，我大嫂才不要他那样的，
我大嫂一定是漂亮之里的。七宝啊，咱该回家了。之前好些人都说这王家姑娘能干，我咋瞧着这分明就是个拎不清的。不但拎不清，还是个伏地魔。啥是伏地魔？就是为了哥哥弟弟可以吸干婆家骨血，疯魔不成活的人。你打哪儿学来的这些稀奇古怪的词儿啊？哎呦，这词儿搁王家姑娘身上倒还蛮合适的。大郎啊，那王家姑娘的话你不必放心上，在爹心里，你们几个和七宝都一样，都是我的孩子。爹，我又不是那耳根子软的人，就算我娶媳妇儿，也要娶个懂事，不会跟家里胡搅蛮缠的。4月中旬，麦子抽穗，梅子黄。七宝的酒经过了3次改良，已经成功达到了书上所说的标准。周老弟，你家有这样的手艺，为何不早些拿出来？宋叔叔，这酒真的很好吗？能卖吗？能，必须能。你爹要是不愿卖，我来卖。爹，你听到没？咱们的酒成功了。是啊，爹爹挣了买酒钱，回头咱七宝想吃啥就吃啥。以后咱进城吃馄饨，那都吃一碗扔一碗，不带心疼的。你是吃多了撑着了吧？还吃一碗扔一碗。爹，中了钱给我买个小木马，会踢踏跑的那种马好不好？好。爹，我不要买东西，我就要钱。我要跟你去跑生意，挣了钱你分我一些，好不好？先前我大嫂是有些顾虑的，你也知道，这当父母的都担心儿女将来过得不好，尤其是家里出了个像我这样的。昨儿我大哥大嫂就来了村里，跟我爹娘都说了一下这事儿。我爹那性子你是晓得的，他一般不怎么掺和这些事儿，只说大郎那孩子呀人品不差。我娘呢就更不用提了，对你家大郎那是赞不绝口。去年发大水那阵儿在山上，大郎也是天天都在我爹娘眼皮子底下，更别说早些年大郎也是跟着读过书的。咱两家呢是与老太爷那辈起的交情，这事儿呀也就没啥好说的。那回头我就让人去提亲。只是我大嫂那意思，秋儿今年才刚及笄，年纪不免小了些，她还想再留2年，不晓得你家。三姐你放心，不用你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家二郎在学医，说这女子啊最好是17成亲，这生子关头啊才不会那么艰难，多留2年应该的。左三娘心想，人家家里有底蕴，说话到底不一样。爷爷，这次的酒宋叔都说没问题，你尝尝咋样？不错，我孙女就是能干。七宝瞅着他爷爷那高兴的样儿，咂巴着小嘴儿，也想尝一尝。哎，这桌坐不下了，你呀去小孩那桌。娘，我还得跟宋叔谈生意呢。于雪莲将他交给了于三郎，看好你妹妹啊，大人说话，小孩少插嘴。明明是我要谈事儿的，咋把我给丢这儿了？别气了，没看你哥我还坐在这儿吗？宋维明没有辜负七宝生意这事儿，酒足饭饱就带了几坛子酒走了，约定过几日给于家回消息。送走了左三娘夫妇，于雪莲就挑了2块不错的料子出来，给于大郎量了尺寸，准备做2身新衣服。娘，我不是还有衣服穿的吗？大哥，你要跟人相看，当然得穿得好看些才行啊。还是别相看了吧，都还没开始了，就被人家闹上门，这要是相看了，还不得给人赖上了？嘿嘿，大哥，你信我，你会喜欢被赖上的感觉。调皮。5月初5端午节，不对劲，很是不对劲儿。梁景烈点头，他直觉有什么事儿是七宝知道而他不知道的。你们2个跟屁虫，分明是嫉妒爹娘进臭没带你们。小五，你皮痒啦？快坐快坐，七宝呀，你三姑说你喜欢吃蛋黄酥，这可是特意为你买回来的，快吃。七宝嗯了一声，扭头看端茶水过来的左秋儿，就觉得秋儿姐姐今儿个脸红得厉害，也漂亮的紧。再看看他大哥，一本正经端坐着，压根儿还不晓得是为啥。唉，为大哥的情伤堪忧啊。以前呐，
咱秋儿就说喜欢小七宝，倒是不晓得还有这么场缘分呢。这往后啊，咱可都是一家人了，七宝可不行欺负人呐。左奶奶放心，秋儿姐姐就是我亲姐，以后大哥敢欺负她，我就收拾我大哥。你这小胳膊小腿的，你还能教训你大哥不成？我不动手的，我都是以理服人。众人再次笑出了声，原本有些拘束的气氛瞬间活跃了不少。一旁陪着左大哥说话的于大郎这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家里这是在给他提亲。站在左老太太身后的左秋儿瞥了他一眼，真是个笨蛋。他娘和于婶子带着他们相看合八字，更贴都快换了，感情他这会儿才反应过来。秋儿，这家里酱油没了，你带七宝出去买些回来。左秋儿哦了一声，带着七宝就往外面去了。大哥，你不跟上，万一秋儿姐姐看不过来，把我丢了咋整？去吧，看好妹妹。大哥，您看着秋儿姐姐，别把人给丢了，我买个谈话。于大郎愣了一下，看了眼左秋儿，这么大的姑娘了，他要怎么看呢？左秋儿无语，这借口找的。就这么个愣神的功夫，七宝已经挤到了一群围着谈话摊子的小孩中间。于大郎刚想要过去，就被左秋儿给叫住了。于大郎，你站住！于大郎站住了身子，回头不解地看他。于大郎，你不喜欢我？于大郎先是点头，而后又像是想起了什么，猛地摇头。那你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于大郎低着头不敢说话。于大郎，你不喜欢就明说，我不会赖着你。不，我喜欢，可我没二弟有医学的本事，也没三弟他们会读书，也不如四弟会说话。我似乎一无是处。爹说，男子汉大丈夫，即使成了家，就该有给妻儿遮风挡雨的本事。可我啥本事也没有。秋儿，我喜欢你，又怕委屈了你。傻瓜，没本事你就不会学啊！就算你真的啥本事没有，只要你能勤勤恳恳做事，咱们自己靠双手挣一番家业，其实也挺好。秋儿，你放心，我将来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这会儿嘴倒是甜得很，还不赶紧去看看七宝，别待会儿走丢了。七宝，陈叔叔，你巡街呢？你爹呢？我找他有事。我爹在先生家里呢。七宝看向陈捕头，见他印堂有红光若隐若现，应该是要升职了。走，带我找你爹去。左家人陈捕头也认识，知晓是两家定亲之事。那我今日来的还真巧了，我还真有个好事想教育你家大郎呢。何见前阵子发生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吧？就于文斌偷溜了那事儿，不光牵扯到了县城，还有下面几个小头头。这不，新上任的杨大人就做了一番大清洗，收拾出了不少两面三刀的家伙。现在啊，那头缺人呢。我给谋的是护防典吏一职，虽说是个从九品不入流，可别小看这个位置，这吏是可以转官的。我就不信了，依着这小子的本事，3年后还不能混个正品级的。大郎，还不快谢谢你陈叔。多谢陈叔台，小子必不会辜负你今日相助。恰巧左家老二也在和县县衙任主簿，当即拍着陈捕头的肩膀。哎呀，你小子，这人情我都没来得及出口，倒是让你先抢个热乎的了。左大嫂高兴得很，这女婿刚上门就有了这么个好差事，可见是个有运道的。奉县于家少连州的大儿子。大人，这少年是奉县人，又跟咱们这边的于家有恩怨，用他会不会？你这意思，我想用什么样的人，还得看他和县于家的脸色。大人，我也不是那意思，就是觉得他一个外县的，在咱们这里当差，会不会让本地人不舒坦？无妨，本官用人不是看哪个地方的，就看有没有那本事。若是没有那本事，再近的关系也不用。师爷讪讪的没再说话，倒是左老二和林捕头听说了这事后，对师爷很是不满。
啥意思？他们推荐个人，这厮是存心想要拆台是不是？赵秀才，你放心，你家小子尽管放我这儿，他家要敢来欺负人，看我不得打回去。七宝瞧着这位周掌柜，觉得他不应该从医，倒是该去从军才是。哎呦，你这小娃娃，觉得你周叔粗鲁不像个行医的是不是？那几年被你那个本家害得差点家破人亡，我心一横，就去从了军，混了几年军营，运气好没缺个不少腿的，还能活着回来，也是万幸。叔，你咋都没当个将军啥的？娃娃，你不晓得哎，按我的军功，大的将军不敢指望，不过小的参将还是有指望的。只是运气不好啊，遇到顶头上司是白家的，屁本事没有，抢人军功倒是1等1的。我拼命砍敌人脑袋，最后竟是给别人做了功劳，一气之下就跟着军医混，好歹学了些洋医的本事。七宝点了点小脑袋，难怪了，瞧着这人气运不错，偏有小人作祟，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周永江人豪爽义气，听说于大郎兄弟2个还要租房子。哎呀，租啥房呢？那不费钱吗？那我家医馆后头有2间空房子，以前是给病患住的。如今嘛，你们也晓得，我这医馆来回折腾，如今就没几个人上门。人家宁愿多赶路去奉献济世堂，也不愿来我这儿。这地儿也就空了出来。你兄弟俩若是不嫌弃，就先对付着住一阵吧。那可真是多谢周哥了。哎呦，谢啥呀？先说好啊，我这生意冷清，估计也没多少银钱给你家二小子。周叔，你不要着急，你这生意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行，回头生意好了，叔给你买糖果子吃。还在家里忙活的于二郎压根儿不晓得，他爹已经在城里给他找好了差事。赵连洲回家一说，于老头就有些犯愁了。这家里最能干的2个小子都走了，如今又开始了酿酒的生意。虽然还没有怎么起步，就看苏维明这接二连三的拉走了2车酒来看，这生意起来是早晚的事儿。这人手可怎么弄？这有啥好愁的？有钱还怕没人干活吗？咱招工。招工？我的乖孙就是个有大主意的，都想着要招工扩大生产了。那你先告诉爷爷，咱这生意往哪个方向做比较好啊？当然是要走出县城，走向府城，最后要是天下太平没啥事儿，咱们就可以把酒水推向满大魏朝。孙孙，你这志向有点大呀，居然还想做全国的生意。爷爷，做事就得往大里做，小打小闹可不成。于老头觉得这小孙女心太大了，他还是得跟女婿好好的商量商量。赵氏，你果然就是个下不了蛋的老母鸡，当初跟我儿子生不了，这到了别人家不也一样不能生，还处处编排我儿子的不是。正给赵娟把脉的老大夫微微的皱了皱眉，不管有啥恩怨，跑医馆门口骂人算什么事儿？大娘，娟儿姑姑都跟你儿子和离了，你儿子不是给你生了个孙儿吗？你咋还跟我娟儿姑姑过不去呢？啊，那不是那谁吗？哦，我晓得了，这李家村的李德安嘛，哎呦，给人喜当爹的那位。喜当爹？我知道了。李德安脸色阴沉地看了眼正在摸脉的赵娟，再嫁有啥好得意的呀？不也一样生不出，要来看大夫的吗？你是谁家小娃？咋这么没礼貌？大人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吗？哼，你好意思说我没礼貌？我姑正看大夫，没招谁没惹谁，你就跑来又是吼又是闹的，你一把年纪不积德，就积攒了一堆酸气儿，是不是？嘿，死丫头，你说谁酸了？我酸他，一个不会下蛋只会趴窝的老母鸡。你才老母鸡，咕咕乱叫的老母鸡。我娟儿姑才不下蛋，她只会生娃娃，生白白胖胖的小娃娃。哼，吹牛，还生娃？跟我儿子那么些年屁都没一个，还指望他生娃？别以为嫁了个老光棍这辈子就妥当了，生不出娃早晚得叫人撵走。七宝不想与他说话了，大热天的说话费劲儿。大夫爷爷，我娟儿姑身子咋样了？
这才3个月，胎还没坐稳。这2个月呀，不要干重活，你身子早年受损，孕期要多注意，万不可大意呀。娟儿姑姑，是不是你早年在他们家干活太多，才会身子受损？怀孕？三叔，你是不是被他给收买了？故意替他说谎来骗人？他咋可能怀孕呢？我老头子一把岁数了，看病就看病，闲着没事掺和那些干啥？这不可能，不可能！他这样的贱人怎么可能有孩子？你想干啥？我告诉你，我何家姑父是猎户，厉害得很。你要是敢使坏，我姑父肯定不会放过你。好了，七宝别怕，他不敢的。姑，咱先别走，就在这里等姑父，别回头有人使坏，咱回头找不到人。这么多人瞧着，他敢害人就别想跑。李老娘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打击得不轻，脑子嗡嗡作响，身子晃了2下，人就有些站不住了。我说安子娘，这钱儿媳怀孕了，虽说呀不是你儿子的，好歹也晓得问题出在哪儿了不是啊？这说来呀也是一桩好事呀，对不对？也不晓得这话是太诛心了还是天热，李老娘气火攻心，砰的一声就栽倒了下去。各位伯奶婶子，你们都看见了，他晕倒跟我们可没关系啊。跟谁都没关系，纯属是他自个儿心眼小，见不得人家和离了，过得比在他家还要好。原来躲在人群里装死的李德安见老娘昏倒了，也装不下去了。闭嘴！你们把我娘气成这样，还想咋样？七宝见他满脸阴狠，忽然朝他身后喊：何姑父，你快过来，有人要欺负我们！你想干啥？我能干啥？你们都把我娘给气晕倒了。何猛瞪了他一眼，这才转身走到了赵娟的跟前。媳妇儿，这是我用山鸡跟人换的，你不是想吃酸的吗？这李子味道好。你这人买这些干啥？有那些钱给咱娘抓些药不好吗？何猛带着赵娟和七宝去找云大娘。哎呦，你个没用的，长那嘴是用来干啥的？还让七宝替你出头。哎呀，不行，我高低呀得去骂那婆子几句，不然我今个回家晚上睡不着。云大娘说着放下东西就跑，那风风火火的背影，生怕去晚了一步赶不上李德安母子俩。我们去吃点东西，顺道等大娘吧。几人面都快吃完了，云大娘才满头大汗的回来，看她一脸兴奋解气的模样，就晓得这是妈痛快了。哎呀，七宝还想吃啥？伯奶给你买。好多年没有这么骂过街了，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子舒爽劲儿，痛快。哼，这下呀，10里8村都晓得他儿子不能生。我看呐，以后谁敢嫁他家？众人说的正开心呢，就见一个满头大汗的妇人手里拖着个小孩子，神色焦急地冲进了店里。老板娘，你瞧见我姑娘没？就早上过来吃饭找你要水喝的小丫头。没啊，出啥事儿了？我家那死丫头不见了。大妹子，你说说这娃啥时候不见的？都去哪儿找了？丢了孩子的于水莲听不得这事儿，悄悄地给女儿使了个眼色，示意女儿帮人看看。七宝瞧了眼妇人，摇摇脑袋，她闺女不像是被人拐走的，倒像是自己跑掉的。于水莲一愣，下意识地朝着那妇人看了去。那闺女干啥去？咋就不跟自己娘说一声呢？看把这娘给急的。哎呦，死丫头，让她看着弟弟，我就去买个鸡蛋的事儿，扭头就不见了。她跑就跑，这要是把我儿子丢了可咋办？刚准备过去问问情况的于水莲又坐了回来。不是，大姐，你就先别顾着骂人了，还是先想想姑娘是在哪儿丢的吧。我管那死丫头是死是活，她要死就死远点儿，可她身上还带着我卖小猪仔的半吊钱呢。合着在你这儿，你闺女还不如半吊钱了。要不为了钱还能为个啥？她一个赔钱货倒贴都没人要，
我养他10几年就够亏的了，还敢拿我的钱跑掉？对，小贱人还敢跑，打断他的腿！你闺女不是你亲生的？就因为是我亲生的才这么火大呢。要不是我亲生的，我能养他这么大？娘，咱回家吧。这种人，女儿找回来也少不得一顿打。走吧，回家了。夫人见没有人搭理她，拖着小男娃起身继续找闺女去了。这当娘的呀，可真不是一般的心狠。早上来我这儿就要了1碗面，他儿子吃面，他喝汤，那闺女就傻傻的蘸一泡咽口水。我这看不下去，说是给那女娃1碗面汤，人家还不乐意，生怕我会多收她的钱。给那丫头呀饿得喝凉水。你们说说啊，这才出去多会儿，又让闺女给儿子买包子。我瞧着那女娃，估计一大早替她娘背弟弟出门，连早饭都没吃呢。她多大？她弟弟也不轻吧，背着肯定老沉了。可不是，我瞧着那样，顶多12、13岁，背个5、6岁的娃，不累死才怪。那孩子该不会是想不开，干出啥事儿吧？几个人出了老板娘的店里，于雪莲小声地问七宝：“宝儿，你真看不出来那姑娘去了哪里？”七宝摇头，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他又不曾见过，更不晓得对方的生辰八字什么的，他怎么算啊？回了家，于雪莲就着手给于大郎、于二郎收拾打包行李，明儿两人就要去河县了。大哥，你去了城里会不会想我？会呢，等大哥发月钱，我就给咱们小七宝买好吃的。二哥，没我在身边，你可要照顾好自己哟。好。于二郎不大会说话，咧嘴一笑，眼圈就有些发红。这是干啥呀？又不是不回来了，河县离得也不远，回头咱们休沐也能骑着马去看大哥二哥呀。你个没感情的懂什么？人家这是舍不得大哥二哥嘛。大哥二哥，你们要有时候忙不想做饭，这里有头泡菜、辣酱还有酸菜，这个酸菜是我炒好的，味道不错，你中点米饭就能配着吃了。七宝感慨，他四哥还真是贤惠，连这些都给准备好了。两位大人，你们是来找我爹的吗？不，我是来找你的。找我？吴大人，你遇着难事了？七宝啊，遇上难事的不只是吴大人，你杨叔也同样遇着难事了。可你们大人的事，我不一定能帮上忙呀。不，七宝啊，这事儿只有你能帮我们。你们遇见的难事是一样的？杨福森点头。此处说话多有不便，还是去我县衙后院说话吧。他说着，也不管赵连洲还在屋里帮两个儿子收拾，抱着七宝和吴大人一起走了。来，七宝，你喜欢吃啥？叔这都有。吴大人纳闷，这是先礼后兵，拿零食讨好小仙子好办事儿？不用，大人您太客气了，我吃过饭的，不饿。哎呦，怎么可以拿那么多好吃的来诱惑小孩？果然是我太笨，没养过小孩，都不知道小孩子喜欢吃什么。这样吧，七宝，你喜欢啥，我就让人去买。七宝看人家是真心想要请他吃东西，不是大人之间假意客套，也不好意思了。这些，我都挺喜欢的。喜欢就好。来，这碗好吃，冰镇过的，大热天吃着最舒服了。七宝快尝尝。一旁坐着的吴大人，同僚，我这么大个人坐边上，你瞅不见是不是？你也晓得天热，这冰镇过的香瓜，难不成还得我厚着脸皮开口问你要？杨福森接连给七宝切了好几块瓜，才想起来一旁的吴大人。来，吴大人，你也吃，京城过来的，味道极好。吴大人呵呵了，哼，京城来的，别以为我没瞧见，最好的那几块你可都给了那小女娃。七宝啊，今日叔确实有事要请你帮忙啊。大人，是啥事儿呢？上次你进城帮陈家找人那会儿起，到现在我们凤县已经有5个姑娘失踪了。我们河县也有3个姑娘不见了。她们都是什么年纪，什么情况下失踪的？这些姑娘都是老实本分的孩子，
年龄多在13至15之间，平日里懂事听话，孝顺父母，照顾弟妹，不曾与人结仇，也不曾与外界有过私交。可就是这样的姑娘，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没了。有人失踪是在河边洗衣服，洗衣盆还丢在河边，人就这么凭空不见了。有人是去山里打柴不见了，还有人去集市赶集不见了。那他们家人是几时发现他们不见了的？嘿，他们家人也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几时消失的。有的姑娘是晚上没有给家里人烧水洗衣服被发现的，有的则是第二天一大早家里没人做早饭才晓得家里丢了一个人。最夸张的其中一户人家，夫妻俩带着3个儿子去外家吃酒，回来没有看到女儿，也没有当回事儿，只当女儿去山里打柴火了。一直到2天过后，家里没有柴火，又下雨了，父母一打听才发现女儿3天不见人影了。当然，这些父母知道女儿不见了，第一时间也不是到处找人，而是咒骂。七宝啊，你给看看，是不是有拐子来了咱们这地方？七宝直觉不太好，我最少得有个他们的心爱物件，或是生辰八字，才能做出分析。生辰八字？这上头是失踪姑娘的姓名、生辰八字，以及家庭情况和住址。你瞧瞧，看看能不能有所发现。七宝一一看过3个女孩的出生年月，发现没多大问题，不存在特殊的出生年月。七宝，可有看出什么来？这些姑娘不是被拐子拐走的，她们若是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被邪修给带走的。邪修？那是什么人？修炼之人，你们晓得吧？吴大人和杨福森点头。通常修道之人要历经世间常人不能忍受的寂寞清苦，最后也未必就能大道成仙。有那急于求成之辈，不甘于漫长看不到希望的尽头，就会走火入魔，想出各种偏激的法子，企图以另一种方式入道。这种人就是邪修。吴大人忍不住看了眼七宝，这小娃不过4、5岁，却能说出这么些道理来，可见是生而知之，先天聪慧了。那要如何寻这些姑娘呢？我要他们兄弟至亲之血，以血脉牵引，才能找到邪修所藏身之地。吴大人见事情有望，急忙起身回凤县，让人去寻找那些姑娘的亲生父母。赵连洲陪着2个儿子安顿好，才发现他闺女让人给抱走了，这会儿都又抱回来了。赵哥，你若忙就先回去忙你的，七宝放我这儿，不会有事的。这孩子皮，就不麻烦大人了。爹，我都答应杨大人帮他一个小忙。你这孩子，做啥事儿咋不跟爹商量商量呢？赵哥，你放心，就3天，办完事，我亲自把七宝给送回去。当着俩儿子的面，赵连洲不好给人看脸色，毕竟大郎这才刚上班，还要在人家手底下混，得罪上官以后让孩子怎么做事？那行，不过就不用麻烦大人了，你2个哥哥都在这儿，打小就是他们照顾的。是呢，大人，七宝就是我们给带大的，您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妹妹的。快回去吧，家里忙着呢，别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小没良心的。我们终于可以单独过日子喽。七宝，这就是我们拿2条板凳放块木板子给临时搭的床，你可别给跳塌了，晚上咱怎么睡啊？杨福森心心念念想要带七宝去县衙里住。不，我要跟哥哥们一起住。他喜欢在外头自己开火的感觉。杨福森只好跟于大郎、于二郎交代了2句，约定明日一早过来接七宝。第2天，杨福森并没有如约来接七宝，他和吴大人都被事儿给绊住了。不就是要你们儿子指头尖上一滴血，这如何就使不得了？我家耀祖可是丢了3个闺女才换来的儿子，哪能为个丫头骗子赔钱货，让我们耀祖受伤呢？是呀是呀，大人呐，那小贱人要跑就让她跑好了，反正也没指望她将来嫁人能拉拔娘家一把，你们能找就找，找不回来呀，咱也不怨谁。就是，这大热天的，咱可都得起早摸黑的忙地里的活儿，谁个有那空闲见天忙着寻几个死丫头呢？这事儿就这么地吧，咱不找了。
啥玩意儿东西啊，也配我家天恩给他洗？呸，想得美！就连吴大人身边的长随也小声说：大人，他们都不想找了，要不这事就算了吧，何必劳心劳累还不讨好？你闭嘴，你懂个屁！是他想找这些姑娘吗？又不是他闺女他妹子，那为个啥？还不是他即将升迁，临走之前闹出了这种事儿，以后少不得被人攻坚。他能给人留下污点把柄吗？来人，这些人行要挟之事，祸害亲生女儿，给我打入大牢。等本官上报刑部后，再行酌情定罪。那几家父母先前还没有当回事儿，这会儿一听他们成了凶手，那还得了？可不等他们说话，就有一对凶神恶煞的衙役冲出来，拖了各家男人按在公堂长凳上，不由分说就是一顿板子落下。妇人们当即吓得失声痛哭。闭嘴！再敢喧哗扰乱公堂，连你们带小的一起打！妇人们见官爷发怒，眼泪在眼眶里打着旋儿，又憋了回去，死死捂住了儿子嘴巴，不敢让孩子哭出来喊爹。拖下去关着，等本官啥时候查清楚了，跟他们无关再放出来。吴大人一肚子都是火儿，他本来还想强行让人抱了几个男孩子过去扎手指，可七宝说过，这事儿必须得父母首肯甘愿，寻人的法阵才能够起作用，这才逼得他动粗。你们一个个的啊，不长脑子是不是？真以为大人不敢拿你们咋样啊？你家耀祖也好，天恩大贵儿金宝也好，在大人那里就是个乡下泥巴狗屎蛋儿，啥也不是的东西，还个个看得金贵，真当你们家养的是皇子龙孙呢？叔，那不是怕他们为了训那些死丫头拿咱们做法，伤了娃的元气吗？呸！可长点出息吧，人家大人啥人物，为你这点屁事做法，瞧把你给能的！我今儿把话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们听，至于听不听得进去，就看你们自己了。反正关大牢里的要准备判刑的，又不是我男人我儿子。各位，听我一言，咱们大人是好官，不会随意害人性命。你们也替大人想一想，闹出这等突然失踪之事，多叫人心慌啊！不过就是指头尖上一滴血，能伤啥元气啊？别因为这点小事害自家娃没了爹，以后可就后悔都来不及了。那几个妇人被吴大人吓唬一番，又被几个理政连骂带训一番说教，总算是舍得拿宝贝儿子一滴血找闺女了。吴大人兴冲冲的让人去找七宝过来，看看这血要怎么采食。大中午的，七宝睡着了，睡得四仰八叉呼呼的，叫都叫不醒那种。嘿，这娃心咋就那么大呢？他还是个小娃，正是个长个的时候。瞌睡本来就多，不急。那外头的妇人比咱们可急多了，明儿再说吧。吴大人听他这么一说，也不着急了。他急啥呀？关着的又不是他男人。你就是故意的，存心想让那几个妇人慌张煎熬，对不对？胡说，我是那样的人嘛，我可是爹娘的好宝贝，最是见不得这种儿女分别的事儿了。雪娘哼了一声，不置可否。她算是看出来了，这小丫头大多时候天真懵懂，讨人喜欢，可有时候蔫儿坏，还不叫人怀疑。七宝，你睡太久，晚上又该睡不着了。不会的，我睡觉很快的。七宝，该吃饭了。我吃过了。没事，小娃娃饿得快。咱们今儿要出去寻人，是力气活，再吃些。吴大人，杨大人，你确定你是做官的，不是给人做奶嬷嬷的吗？瞧这殷勤的样儿，他府上奶嬷嬷伺候人都没有这么贴心的。于大郎很尴尬，明明吃过饭的呀，怎么小妹瞧着还是有点馋呢？大郎，你要不要再多吃点？于大郎赶忙摆手，他是来上班的，在大人家里吃饭算什么事儿？于是三个大人看着七宝，吃了一小碗南瓜粥，3个小笼包，1根油条，2个小金饺。
吴大人目瞪口呆，这么小的娃，那饭都是吃哪儿去了？好啦，采血吧，拿几个小碗，让他们每人滴入一滴血在里头给我。今日的妇人们极其配合，很快就采了血珠进来。七宝已经调好了朱砂，就着血珠沿入，绘制出了一张符纸，将符纸折成了纸鹤，哈了一口气丢了出去。去吧。吴大人刚想说就这，不就和他儿子玩纸鹤一个样吗？就见那纸鹤扑棱扑棱着翅膀，居然飞了起来，还越飞越高，一直飞过了县衙院墙。东南方向，走。传令，出发。敢问差大哥，这还要走多久呀？七宝，再走可就是秀灵山了。这还要走多久啊？很快就到了，就那个山头过去。吴大人瞧了眼远处的山头，这是要进入秀灵山腹地呀。秀灵山分前后山，前山风景秀丽，上头还有座有名的清风观，人来人往，香火鼎盛，很是热闹。可后山就不一样了，越往深处猛兽越多，参天大树遮阴蔽日，将山林照得密不透风，凭空让人感觉有些沉闷压抑。杨大人，这会儿应该是正午之时吧？怎的？杨富森忍不住也抬起头来看眼天。进山之前明晃晃，照得人睁不开眼睛的太阳，不知道啥时候不见了。杨大人，你有没有？这次的少女笑声不但是吴大人听见了，就连跟在众人后头的那几对父母也听见了。大爹，有鬼，咱快走！男人也听见了笑声，似乎还有些耳熟，像他家大妞的笑声。酒席已经备好，客人来了，不喝杯酒，怎就要走了？七宝，无妨，戏台子都搭好了，咱们不去看看不合适。想叫唤啥呢？这是我家三妮的血，大人呐，不能再往前走了。那死丫头肯定已经死了，她真是冤魂不散，存心想害我们家呀。都走到这儿来了，就算你姑娘真死了，你这会跑还来得及吗？赶紧给我走！很快就到了一个巨大的山洞入口，有贵客到。众人还在震惊眼前的这一幕，就听到了吹吹打打的乐声响起。哟，是亲家老爷亲家太太来了，快请上座。妇人们这会儿不怕了，只因他们看见了靠喜堂中间摆着一排排箱子，各个箱子打开，里头满是黄灿灿的金条，明晃晃的银元宝。他爹，咱们女婿是有钱人啊！妇人们欣喜不已，扑上去将那箱子里的金银往怀里揣。不能动那些，好多钱啊，发财了！我要买大宅子，我要搬进城里，我要娶小妾。发财了，这辈子吃喝都不愁了。不但是妇人和汉子疯狂，就连陈捕头等人也忍不住咽了下口水。吴大人和杨富森相对还算镇定，远远站着没动。客人可是对主家有不满之处？杨富森察觉到不对，急忙扭头看七宝。符纸应声飞了出去，在半空中燃烧炸开，轰的一声将正在疯狂抢金银的人惊醒。瞎叫唤什么？都给我闭嘴！其中一个妇人跌坐在地上，惊恐地指着对面的人的手里，就见他对面的妇人抱着个骷髅头，还在那儿痴痴傻笑，说不出的骇人。接着又是一声尖叫，一个妇人连滚带爬的从另一侧洞里爬了出来。七宝闻到了一股子味道，仔细一看，那妇人裤腿带着水渍，竟是给吓尿了。他赶紧朝着妇人跑出来的洞口过去，吴大人也紧紧跟了过去。可是走到了洞口，众人都僵住了，
眼前的一幕简直骇人至极。洞壁之上钉着一个个身着大红喜服的新娘子，或跪拜，或行礼，或端坐喜床微掀盖头。他们被人摆出一个个姿势钉在了洞壁之上。要灵活摆出姿势，那必然是要活着的时候钉子穿过身体钉进坚硬的岩石，可想而知身体该承受了怎样的痛楚。饶是见多识广的杨富森都忍不住一阵头皮发麻。偏偏这些新娘子脸上都带着心腹的喜悦，不见半分痛苦，真是太奇怪了。那是我家大妮儿啊！那是我家那死丫头啊！死丫头，我好不容易养你这么大，没给家里挣半个铜板，也没能给你弟弟帮衬一些，你怎么就死了？随着妇人的痛哭，余下几个妇人也跟着哭了起来，一个个边哭边骂，骂得极其难听。七宝听不下去了，摇动了手腕上的小铃铛。出来吧。看不出来，小娃娃倒是有些本事的。你已经死了。小娃娃真是不礼貌，我活得好好的，你怎就能说人死了？你靠着窃取他人生机度日，逆天地大道而为，不是长久之计。身体如今已经遭到了反噬，勉强活着，却要承受身体与灵魂带来的双重痛苦，这样活着不累吗？你懂什么？你身体健康，自然享受这世间阳光雨水，可我有什么？难道我这样的病人就活该像老鼠一样躲在阴暗的角落，一辈子不能出去见人吗？可你病了，就要拉着所有的好人如你一般痛苦，这不该是你的道啊。我管什么道与不道的，我就想有个人来陪陪我，想要过点正常人的日子，有什么不对？唉，可你父母亲也曾经爱过你的呀。闭嘴，你闭嘴！他们那样自私恶毒的人，怎么可能心疼我？我知道了，你也和那些人一样，都想来骗我，对不对？可若是他们不曾爱你，怎会看你杀死了亲侄儿，还将事情掩盖，不曾告诉家里人？因着他们的隐瞒，才会让你一步步疯狂，报复所有人。就算他们帮忙隐瞒，那又如何？他们就该死。要不是他们，我如何会落到今天地步？他们该死，那英娘呢？她也该死吗？英娘？那个从不嫌弃他，给予了他美好回忆的女子，那个始终不肯入他梦的女子。英娘不曾嫁我，所以我让他们来替换英娘，完成与我的婚礼啊。你这疯子，只因自己身体孱弱，竟是变得如此丧心病狂，害了这么多的姑娘。你便是下了地狱，你的英娘也羞于与你相认。我没疯，我也没害人，这都是他们自己愿意的，是他们心甘情愿要替我完成婚礼的。你都将人害死钉墙上了，还说不曾害人？我真不曾害他们，不信你问他们。没等杨福森与吴大人反应过来，就见侧洞里走出两个女子。山杏，你咋跑这儿来了？其中一个新娘子抬头看见喊话的妇人，脸色瞬间变得惶然，往男人身后躲去。死丫头，你上山砍个柴，几天不见人影，害家里人到处找。你这不知羞的小贱人，居然躲在山洞里找了野男人。早知你这么下贱，还不如生下来就扔尿桶里，也好过你今日丢人现眼。七宝这才知道，原来眼前女子就是那个进山打柴火，几天未归家里都没有人知道的姑娘。山杏，你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是这人给你的幻境，他并不曾真的对你们好，而是让你们心甘情愿为他赴死，用你们的生机来为他延续寿命。那又如何？徐郎对我极好，不曾打我骂我，还给我饭吃，给我衣服穿。这样的日子便是假的，我也甘愿。他身旁的女子不用说也是一样的。这人怕是有蛊惑人心的本事。
你可有把握救下这2个姑娘？其他姑娘都已经死了，这2个活着的总要带回去吧？吴大人也跟着点头。这要是带回一堆尸体，他怎么跟上头写公文报告呢？徐峰，你身世固然可怜，可这不是你残害无辜的理由。我劝你放了2个姑娘，也给自己留一点善念，或许将来还有与英娘再续前缘的可能。小娃娃，你是有几分本事，但还不是我的对手。劝你早些回去找你娘吃奶去吧。你可看清楚了，不是我不放过他们，是他们不愿意离开。是不是啊，我的小新娘？徐郎在哪里，我们便在哪里。单杏，你个死丫头，他就是个疯子妖道，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被人晓得，让你弟弟将来怎么娶妻说人家呀？单心，你快过来，跟我们一道回家去。大娘，你要哄着他，你不能再骂他了。小仙子，我知道你是好人，你别劝了，我不会回去的。我回去也是死路一条。从小到大，除了打骂，就是干不完的活儿。这样的人生，重来一遍，有什么意思呢？我不要再活着了，活着太辛苦了。姑娘，你别怕，只要你肯跟你爹娘回去，本官保证，他们以后再不敢打骂你。可他并非你所想的如意郎君，他说他对英娘如何情深意重也是假的，英娘就是被他给害死的。他边说边点燃了一张符纸，随即将那符纸扔向了徐峰。徐峰抓过另一个女子，躲开了符纸，还是被符纸灼伤了身体。单杏惊叫一声，吓得躲开老远。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女人都是贱人，一个个说对我好，看到我满脸脓疮就开始嫌弃。英娘如此，你们也一样。你们该死，通通都该死！就你这副德行，还敢说人家嫌弃你？谁可看了不瘆人？英娘从未嫌弃过你，即使你为了活命将她抛弃，她也不曾怨过你，是你对不住她。她即使不曾怨我，为何我约她离开之时，她却不肯出来？你总是这么自私。英娘拿你当弟弟，对你几分好，你便想着她为了你离家出走，全然不顾人家也是有父母兄弟的。你见她不肯走，就设计害她失了清白。若说她有什么错，唯一的错就是不该可怜你，不该对你好。不是这样的，明明是他们不让我和姨娘在一起。我告诉你，你最好放了我，否则我师父不会放过你的。哎呦，我好怕哦！你师父谁呀？说话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我就不信了，全天下还有比我更厉害的人。我师父。他话没有说完，口里鲜血一股一股开始往外冒。与此同时，洞壁上的尸体也纷纷坠落，整个山洞开始摇晃。不好，山洞要塌了！快走！杨福森抱着七宝边跑边喊。吴大人也顾不上如何写报告了，拼命往外冲。那几对父母压根顾不上女儿了，抱着儿子就往外面跑。单县娘跑了出来，才回头喊了一嗓子：“死丫头，你快出来呀！”爹娘，女儿不孝，若有来世，你们也别生我了，我也不想再做你们的女儿了。这日子太苦了。轰隆一声巨响，整个山洞霎时淹没。单杏，喊啥喊呀？走了！人都死了，这会儿倒是晓得心疼了，早干嘛去了？众人出了山洞，才发现原本如阴天一样暗沉的山林里，居然有了丝丝阳光落下。斑驳落在林野间，绿叶闪闪发亮，野花生机勃勃，似乎这世界又重新鲜活起来。这次的事多亏了七宝，要不是他，估计我和吴大人都难以交差。我与吴大人已经说好了，将此次事件定性为了徐峰恶意拐卖，就不牵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免得对七宝影响不好。多谢大人费心了。是我们请七宝帮忙，
没理由给他惹出祸端来。这孩子活泼可爱，我虽未成家，也是喜欢得紧。没给大人添麻烦就好啊。赵哥，我与你一见如故，我唤你赵哥，你就唤我一声弟弟好了，何必大人来去这般客套？赵连洲愕然，这杨大人是不是与他们家走的有点太近了？送走了杨富森，于水莲扭头便问七宝：“你都干啥啦？我咋瞧着杨大人都想跟你爹拜把子了？”我哪知道，反正这杨大人还怪好的，给了我好多好多好吃的。你看看你家这小吃货，难怪一连几天都不回来，原来是被人家吃的给拢住了。小孩嘛，谁不喜欢吃？杨富森带着随从小武走出了村口。少爷，你还说赵秀才像韩家三公子，哪儿像了？三公子风光霁月，像天上的神仙人物。你再瞅瞅那赵秀才，还是个读书人呢，弄得一身泥，跟个老农没差了，哪有半点读书人的样子呀？小武，以后都不可对赵哥不敬，听见了没？记住了。他好久都没有见少爷这么生气了。这赵秀才还真是好运道，居然凭着闺女入了少爷的眼。要不是那小女娃小的玄乎，他都快以为少爷想认赵秀才当岳父了。还真是富平女贵呀。爹，那邪修之事看似冲着两位大人来的，可我觉得只怕是冲着咱们家来的。你为何会这么想啊？吴大人还算公正，洪水过后与我们家关系就更近了一层，而杨大人自从上次对簿公堂之后，明眼人都能看出他对我们不一般。凤县和县两个县令大人都与我们家交好，这对和县庶支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换我是他们，斗不过，那最好就是将两位大人都给换掉，来个能跟他们穿一条裤子的大人。爹，你说我这话有道理不？所以这就是我让你拼命读书的缘故啊。还有那几个小子也得加强锻炼，万一有那么一天，几个小子总能护着七宝离开才是。眼下或许到不了那一步，可有所筹谋，总比将来慌乱来得强。你说什么？那道人失踪了？是，小的找人去打听过了，那道人不见了。至于那几个姑娘也找到了，据说是被拐子拐走，藏在了山洞里，打算等风声过去再弄走的，没想到被官府给发现了。那他们的家人呢？就没人去衙门闹吗？哎呀，老爷，乡下人家遇上这种事儿，恨不得捂得严严实实，不叫人知道，谁会去县衙门口闹呢？老四媳妇儿不是给那头说亲吗？咋说的？媒人只是去提了一嘴，那头就不乐意。那王家姑娘还去盘龙村那头堵人了，也没有个结果。倒是听说那头的大小子跟左老二家的侄女定亲了。难怪了，我说那小子怎么就能寻到和县衙门的差事，原来是左老二出的力呀。明熙那丫头呢？四小姐去了天水村。她去天水村做甚？婶子，你们家还有人读书呢？是我儿子在读书，就在您老他们村里读书。啊，你儿子在我老他们村读书，这可真是缘分了。我扭了脚，得亏婶子帮忙，没想到还能遇上我老那边上学的学子。是啊，就是远得很，没法子呀。我们这边没书院，方圆几十里就只有盘龙村那头有书院。两人正说话，杨直就背着尖尖一背篓柴火回来了。不是说让你在家念书，不用你去干这些活的吗？后院也冲出来个汉子，冲着杨直啊啊叫着，边叫边比划，似乎说家里这些活有他就行，不用杨直忙活。你忙你的去吧，别吓着人家小姑娘了。二叔，没事的，我就是干点活，歇歇眼睛，累不着啥。杨直的二叔。于明熙目光落在了杨二叔身上，带着几分探究。这是和县余家四小姐，今儿去庄子上路过村里扭了脚，在我们家歇歇脚。杨直朝于明熙点点头，放下柴火就回了房里，多余的眼风都没有。于明熙脸上带着笑，袖子里的手却是紧了紧。
四小姐，我们该走了，回去太晚，太太会担心的。于明熙让婆子搬了2袋米下来。婶子，今儿多谢你了。不过是一点小忙，不至于，快别拿了，真不用。婆子不由分说放下粮食，背着于明熙上了马车，很快就消失在了杨家门口。就是歇个脚的事儿，还给送2袋子粮食。我也说不用，可他非要留。杨枝的祖母背着猪草回来，看了眼地上的粮食袋子，哎呦，这可是精米，收起来吧，回头给小侄留着吃。不用了奶，我身体好好的，这米还是全家一起吃吧。吃啥吃啊？天天在家当太太养着，啥也不干，还吃那么好干啥？长膘啊！林氏默默地接过了猪草，一声不吭地去了院子角落剁猪草。乖孙儿，你不一样，你是要读书考功名的，不吃好点儿，脑子不够用。杨直抿着唇没有吭气。就是这样，家里有点好吃好喝的就得心紧着他，时常让他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酒席都准备好了，新郎新娘还没来呢。马上，我给新娘的头冠还没编好。你不是新娘子？我为啥要当新娘子？天不亮就要起来给公婆做饭，我怎么会愿意当新娘子？那新娘子是谁？几个小孩齐刷刷地看向了于五郎和梁景烈。我都听人说了，自家人是不能成亲的。不对，贵叔家的铁蛋儿大声嚷嚷：谁告诉你一家人不能成亲的？那我爹娘不是一家人吗？他们咋成亲的？碎碎附和：对呀，我大哥大嫂也是一家人，他们咋成亲的？梁景烈扭头就想走，跟这群傻不拉几的小孩在一起，简直是在拉低他的智商。你不准走，你是要给我小妹做新娘子的。我新娘子？对呀。七宝那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你不愿意？当然不愿意，这话还用问吗？新郎官够俊俏，也得咱小师弟配得上呀。成亲吧，这门婚事我同意了。几个小孩看向他，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这办喜事嘛，那不得有个长辈在场，不然这婚事不作数啊。我虽然很忙，但为了你们，就勉为其难帮个忙吧。对，我大哥成亲，我爷爷就做上手的，要有长辈在场的。长辈同意了，喜宴也摆好了，连观礼吃酒的嘉宾赵德福几个小孩也来了。可新娘子不同意，这怎么能行？你要不答应给我当新娘子，下回我爷爷进山摘的刺儿泡野山杏，我就不给你吃了。对，你不答应，以后我就不跟你玩了。对，以后我们都不跟你玩了。梁景烈被一众小孩威胁，那架势，如果不点头，估计以后就没小伙伴了。成亲可以，但我不要生小孩，生娃娃好疼的。宋苗儿笑得肚子疼。你家娘子害怕，你还不赶快哄哄？放心，我不让你生娃娃，实在不行，将来咱们5个生，咱们养他的就成。我让我媳妇儿一下生几个，给你们分一个就成。来，把头冠戴上，咱们要成亲啦！哇哦，新娘子，新娘子！好漂亮的新娘子哦！拜天地，拜天地！宋苗儿坐在大柳树下，有模有样的接了媳妇茶，点点头，给了个树叶红包。乖，早日为我们老于家开枝散叶啊！扛着锄头从山脚地里回来的宋大山远远看见2个小孩在朝他闺女行礼。这是干啥呢？哎呦，大山兄弟，七宝几个成亲呢？你家苗儿给人当长辈，你这老辈子咋不去做席，还扛锄头下地呢？宋大山眯眼一瞧，我的个娘啊，那跪着的是……宋苗儿，你个死丫头，我让你胡闹！屁大个人还敢跟人当老辈子，你要上天了你！长辈宋苗儿正摆谱呢，老爹的柳条就抽了过来，吓得他拔腿就跑。他边跑还边朝着于五郎喊道：师弟，帮忙给师姐收一下衣服盆。那高官可真不是人呢，没背筐没带东西，空手入城，收1文钱。若是背筐赶着牛羊进城，
收2文钱。像咱们这种赶车拉货的就得3文。哎，这也就算了，那王八蛋居然明晃晃抱走咱一坛子酒啊！那咱们这样每日都要送酒进城的人，岂不是每日光进城就得花上10几个铜板？可不是，这往后进城里做买卖的人可真是太难了。贵叔，那官是哪儿来的？他是不是有啥厉害亲戚呢？听说是姓白，说是和燕王府的世子妃好像是啥亲戚来着。嗨，反正他们当官的那些7弯8拐的亲戚咱也搞不懂，这是宋老板打听到的，估摸着是有些关系的。正扒着七宝往筐里装柴火的梁景烈手一顿，姓白，还是那个女人的亲戚。哼，估计不是什么好鸟，得提醒赵叔注意这些。桂儿，进城的时候人家要钱就好好给，别为这点钱跟人起争执。哎，我晓得了，叔。新来的白县令发布告，要求在秋收后，也就是10月初开始，征集徭役兴修水利，重点维修加固去年发大水冲破的通江河上游一段。怎么又要修了？大前年不是才修过吗？可不是，大前年修那会儿说是要修最好最牢固，不但每家出了2个壮劳力，还额外征收了1担粮。这才3年不到，怎么又要修了？每个官上台都要修这修那的吗？是呢，今儿这个上台修河道，明儿那个来了要修桥，后那个又要盖府衙，这每个官来了都有事儿，就没个完的时候。说起来，前头吴大人上任之后，除了流通一回码头，倒是没干啥别的事，说来还算厚道了。他们咋那么喜欢修修补补的活儿呢？七王，俺爷爷告诉你啊，等过年杀猪那会儿你来看，那板油啊，只要摸过的人手上多少都能沾点油气的。七宝啊，看你爹好好读书啊，咱这村里可就指望你爹了。我一定让我爹努力读书，争取考中。王婆子就是这个时候过来的。老三家的，这个给那个小丫头吃。正刷鞋的于水莲抬头，就只看见王婆子跑出去的背影，再看看地上的篮子，里头放着半篮子花生，还有几个核桃，还有小半袋黑芝麻。这老婆子总不能是失心疯了吧？就说不送，你非得让我送，满天下也没哪个做老娘的上赶着去讨好儿子儿媳的。别说他生的还是个丫头片子，我是有多贱才会上赶着去讨好他家。娘，你能不能有点见识？你看看，满村的人除了咱家和林婆子家，都有人在酒坊里干活，一个月挣多少银钱，你心里没个数啊？他们挣多少钱跟我有啥关系？我又不吃他们锅里饭，也不花他们一个子儿。娘，吴氏在家都生娃了，可我还单着没着落，我也就不说了。横竖墩子啊狗子啊都大了，再过几年就该相看娶媳妇了。可你看看，就咱这几间破草房，以后咋给墩子他们娶媳妇？王婆子一听秦儿媳吴氏改嫁生娃了，那火腾的一下就起来了。娘，你听我的准没错，以后再见三弟一家子，你可别甩脸。你要实在是不晓得咋面对，你就装作没瞅见得了。咋的了？爹，王奶奶居然给咱家送东西了。于水莲还没开口，七宝就噼里啪啦将王婆子来家里的事儿讲了一遍。送来就收着呗，犯不着纠结。最近赵二柱见他都是一脸阴气模样，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他想干啥。10月初，爷爷，咱得多买些粮食回来备着，今年冬天怕是冷得厉害。能有多厉害呀？得有冻死人那么厉害。于老头瞬间不淡定了，去找村长商量，不但要提前准备过冬的粮食和蔬菜，还得给服徭役的人想想法子。照这么个天来看，再过几天还要冷，下雪的人扛不住会死人的。我这就去找李真商量，趁着这几天日子还算暖和，看看能不能再种些菜叶子、萝卜种子啥的，到时候啊能收一点是一点。还有那修建河坝的人，这天太冷，估计会扛不住，要不想个啥法子？哎呀，如今这白县令跟从前的吴县令不同，
要是拿钱抵徭役，一个人最少得10两银子。去年刚遭了灾，谁家能眼都不带眨的拿出10两银子来？这样吧，我家出粮，你们安排着出人，每日去鲤鱼村河坝边上给他们熬口热汤喝，也好过大冷天的啃冷馍呀。哎呀，老于大哥，这去年才遭了灾，虽说今年年景还行，可你家那么几个大小子吃饭，眼瞅着大郎也要准备成家了。虽说如今挣了钱，可七宝爹还要考功名。这样吧，各家都出一些，都是为了自家人，再每家出个妇人，轮番去河坝那头做饭。你是晓得的，七宝太爷活着就爱做善事，多的我也没法子，就当是给村里人尽份心，你也别给人晓得这些。村长就越发觉得这老于家真是大好人呢。这河坝上冻得厉害，我都说不带你们俩过来了，你爹呢也不知道咋想的，非让你们来见识一下。这大冷天的，风吹得透心凉，有啥好见识的？七宝却是知道他爹为啥要让他和梁景烈过来，他是顺道的，他爹主要是想让梁景烈过来瞧瞧这小老百姓过日子有多不容易。万一将来梁景烈能够掌权天下，想想他们的不易，少折腾百姓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你们村的人啊，可真是齐心，还每天过来帮忙炖汤。这也是老于叔的恩德，他家是大善人，晓得咱们不容易，特意给了些粮食，让咱们呀过得舒坦些。这积德行善的人家，那指定往后差不了。我看啊，他们家那几个小子将来就没一个差的。陈二哥没接这话，那不是还有个于四郎吗？大春儿，大春儿啊，你醒醒！这是咋的啦？干啥呢？差役上前呵斥众人：差爷，大春这几日病了，今儿又下了水，这会昏过去了。少给我来这套，他昏了，这活儿那也得干，不干，他那份你们就得顶上。你这人咋这样？人家都病了，你还说这话？你谁家的娃？这是你胡闹的地方。你凶他干啥？便是征徭役，也不能害民妇性命吧？还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连个小屁孩都这么能耐，还敢跟老子吼？差爷，他就是个孩子，小孩子说话不知轻重，您大人大量，别与小娃计较。差役瞥了眼陈二哥，又瞧了眼远处正收拾的锅灶。行啊，老子不跟你们计较，你们村不是有钱的很吗？明儿个给交10两银子过来，当是今日的误工费。你们太过分了，人都昏死了，你们不看看人咋样，还让咱们交误工费？有你们这么当官差的吗？是啊，就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讲道理的。你们这些狗官，大冷天的让我们来修河坝，还想逼死人，你们是想干啥？陈二嫂趁乱将七宝和梁景烈给拉了出来。赶紧躲一边去，别回头伤着你们了。二婶，他们欺负人！梁景烈嘴唇紧紧地抿着，一个小小差役也敢欺负他。果然，还是他的实力不够强大。今日不但不能保护七宝，还连累村里人被差役迁怒，这个仇他记下了。你们想干啥？想造反是不是？我告诉你们这几个泥腿子，咱们县令大人姓白，那个白知道不？是王府世子姬的那个白，是咱们王府小世子的亲舅舅。就你们这些刁民敢造反？入群后，梁景烈在听到王府小世子时，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亲舅舅是吧？以后他一定把这个舅舅宰了，送去给那小崽子做生辰礼。大春，大春啊，没用，一碗姜汤灌下去，这人咋都没反应。狗官，我打死你们这些狗官！老陈叔，你冷静一下，不能动手啊！差役见真死人了，心里也害怕得很。住手！住手啊！关礼正两边安抚喝着闹事的村民，这头又给差役们说好话。他边与差役说话，边用眼神示意大孙子去牛车上，将今日亲戚送的2只鸡给拿了过来。天寒地冻的，差爷们辛苦了。关礼正好说歹说，将两边都给安抚好了，这才让大孙儿赶着牛车，顺道把陈二嫂他们送回村。李正爷爷，是他们欺负人。娃呀，
这世上不公的事多着呢，可那又能咋办呢？胳膊拧不过大腿，咱拿他们没法子呀。梁景烈心中恨恨地想，拧不过又咋的，那就偷摸把他大腿给敲碎就成。出了这事儿后，那几个差役倒是不敢再像之前那么逼人干活了。等到冬月初，河坝上的活干完了，别说是其他村民了，就是陈二哥与桂叔几个回了家也是大病一场。等到过年的时候，就听说当时一起服徭役的好几个汉子都没了。一时间，凤县人对那位白县令恨意滔天。杨叔叔，你咋过来啦？去乡下观察灾情，就顺道来你们家看看。杨叔叔，你咋就不是我们这边的大人呢？杨福森摸摸他的头，深以为然的遗憾。吏部那帮老东西怎么就不给他安排到凤县呢？这大冷天的，你咋还过来了？三郎，赶紧给你杨叔泡壶热茶过来。四郎，把炭盆给端过来。七宝贴心的拿了他爹的新棉鞋过来。杨叔，这是我爹的新鞋子，没穿过的，你先将就穿一下。七宝啊，回头杨叔成亲，你过来吃酒。杨叔，过年你回京城去吗？蜀地距离京城千里之遥，我那点年假根本不够往返来回。你未来媳妇明年春天有一节，两边相距太远，你要早做准备才是。七宝，你这话啥意思？你媳妇3月上旬有节，这也是你与她往后余生的磨难，成为你媳妇一生郁郁寡欢的心魔。杨福森脸色瞬间变得肃然，他见识过了七宝的本事，知晓他不是无的放矢乱说话。那李氏是真的会有一劫？杨福森心里揣着事儿，在余家没有多留，下午就骑马回了城里。葫芦家也是不容易，去年发大水那阵，老葫芦死活不让提前收割，还家里没得收。大水过后呢，又忙着收拾老葫芦上山，家里呀一下穷得叮当响。得亏葫芦媳妇娘家还算不错，借了些粮食过来，熬过了难关。今年好不容易还了粮食，又遇上了寒冬，还压塌了房子。哎呦，这么冷的天呀，可咋整喽？葫芦家的房子都塌了，不晓得去年来的难民房子咋样了？他们那边还行，师傅早早的就让各家叔伯上山砍了木头，拉了石头回来，房子盖的还算稳当。他们柴火也准备挺足，秋收后的粮食也不少。师傅还带着他们进山打猎，今年冬天应该问题不大。你咋晓得那么清楚啊？我前阵子去找苗儿姐，师傅那会儿正带着他们弄房子呢。娘，我不能穿的鞋子你留着，我给那边的草儿穿。把我不穿的也给他吧，他哥哥是坨坨，就是那个老欺负人的小孩。哎呀，这可真是有了后娘就有后爹。那宋大龙也是的，自个儿亲生的姑娘不疼，疼人家带来的小子。明爷爷，以后不让我们上山砍柴，还不让打猎，是这意思不？没错。他还是人吗？这么冷的天，还让人上山砍柴，是要把人逼死是不是？这上山伐木砍柴是有要求的吧？三娃子说的没错，要每家1个月交10文钱的柴火钱。说这山头林子都是朝廷的，不交就不让砍柴火。那咱偷摸砍不成吗？这到处都是山，那狗官总不能每个山头都让人守着吧？若是有人举报，举报者得钱100，被举报者罚银500，还有牢狱之灾。这可真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呀！明叔，你有啥打算？我打算召集全村老少爷们儿，一起把这事儿说道。我家今年柴火是备齐了，可要是谁敢在背后想挣这个阴损钱，我就能让他在盘龙村待不下去。梁景烈给七宝使了个眼色，叫了七宝一起去于三郎屋里。于三郎正看画本子，冷不丁有人进来，吓得慌忙拿书盖上。你俩跑过来干啥？打扰我学习了，知道不？就你学习？就你那些小动作，当谁不知道呢？哎呀，好七宝，你可别告诉爹呀！三哥、四哥，我找你们有事儿。干啥？于三郎很少见他这么认真的时候。我要收拾那个贪官。小景，
你还没到喝酒的年纪呢，咋就开始说胡话了？你想怎么收拾他？我说你咋也跟着胡闹呢？是该收拾了，这种人老天不收，就该咱们出手。眼下就是好时机，不然等开了春，有些证据就没了。没错，可是找谁呢？你们有没有人听我说话呀？三哥，你有好主意？话题都进行到这儿了吗？于五郎噔噔噔地跑了进来。商量事儿，为啥落下我？首先，我们得找个能收拾他的人，最好跟他是死对头。其次，咱们得寻个能抓住他把柄的机会。他是官儿，我们是小孩儿，别说是见他，如今连村子都出不去，咋去抓他的把柄？我知道谁跟他不对付，还能收拾他。谁？几双眼睛齐齐地看向他。杜昌全，1州刺史。刺史大人，你可真是厉害！他远在益州城，咱们是有多大能耐，能跟他搭上话呀？可以的，每个州府县城乃至乡镇都有巡使，这些人不会出面，但会把当地发生的事情上报给直属长官。我们只要找到我们县巡使，将这个事闹大，就能传到杜玄昌耳朵里。官场多是官官相护之事，白永善这事儿说大也不大，说白了就是贪财。杜昌全益州刺史，他会管这事儿？会。白永善跟燕王府有亲戚关系，杜昌全与燕王府有仇，跟我们王爷不对付，只要沾上白家的事儿，他肯定会管。天了，小景，你怎么突然懂这么多？先生不是教了，时不利我，须得同谋，变为借势。我们太弱，那就只能借力打力了。可是，我们要如何找出那些藏在暗处的巡使呢？七宝，嘿嘿，这个我能行。这么大的雪，爹娘会让我们进城？几个小孩顿时蔫了。雪停了，可外头冷得很，河边都不让他们去，又怎么会让他们进城呢？嘿嘿，咱们去寻师姐，有啥好处？姐，这么大的事，咱做成了，是有利咱整个县的大好事，你咋还问我要好处呢？你们是做好事，可我爹要知道这事儿，挨打的只会是我。一只烧鸡。宋苗儿斜眼看他们，你说要啥就给啥，成交。宋苗儿爽快答应了。哎呀，败家玩意儿，你不晓得讨价还价呀！就咱师姐那个吃货德行，你再加个鸡腿或是肉包，她就答应了。梁景烈没当回事儿，在他看来，没啥比拉下白家人更值当的。苏大山就来姨家，说要带几个小弟子去一个镖局朋友那里跟人切磋。赵连洲不放心，他一个人带这么多小孩，也跟着一道进城了。赵连洲进城就去寻宋维明，几个小孩将宋大山带去了钱三爷的客栈，而后一溜烟的跑了。钱三爷与宋大山面面相觑，异口同声道：是你找我有事？师姐，你都怎么跟师傅说的？我跟他说有个镖局找他去切磋2天，1天5两银子。你可真能吹。所以你们得让我多吃点好吃的，回去才能扛住那顿打。七宝，你跟那位老爷又是怎么说的？我跟钱三叔说，师傅要跟他谈生意。他不是好孩子，他骗人了。不提这茬了，按照原计划开始分头行动吧。这么个大县，就没个人来举报？大人，这么冷的天，就算真有人想举报，也不敢随意得罪村里人吧？你出去走一趟，找几个帮闲去给我盯着，我就不信还能抓不着几个人了。师爷心中吐槽，多大点钱呢？大冷天的至于吗？白太太正在为采买处买回来的炭多了5文钱训话。涨价了，真当我没过过苦日子是不是啊？这炭不就是山上树砍回来烧制的吗？大山上的树就在那儿，不过是费些力气的事儿，值当几个钱？采买的愣住了，大冷天的砍树很容易吗？一棵树能烧多少炭？太太你心里有数吗？再说了，人家烧炭的辛辛苦苦烧出来，顶着风雪天进城来卖，不挣几个钱还按原价给你，图个啥呀？咱们大人不是说了吗？那树是朝廷的，这烧炭的人家不但不能给他钱，
还该把炭全给收了才是。是这么个道理。老爷发的布告，这些刁民当耳旁风是不是啊？去吧，把人拿了，将他家炭给送来。哎呀，这天是越来越冷了。大儿在京城，估计比咱们这边要冷得多。你可有给他捎银钱衣物过去？京城花销大，大儿说想买个宅子，省得老跟同窗住一起，不好静心读书。可京城那头宅子贵得厉害，咱手上这点钱，你只管让大儿寻就是，寻那地段位置不错的，钱不是问题，我来想办法。晚上，七宝一堆孩子全都住进了钱三爷家的客栈。陈老弟走得早，不然在这位手下，那日子可真不好过呀。陈捕头得无县令赏识，调任的时候将他一并给带走了。城里情况如何？今儿这客栈里可就住了你们一家子。之前生意不是挺好的吗？钱三叔你涨价啦？涨价都没人来呀。凡入凤城县里做生意的，不管做啥生意，先得交1000银子的保证金，说是为了保证在县城行商做事期间不得有作奸犯科之事，将来离开时再退。那就退呗。退？进了口袋的钱怎么可能退出来？生意成了，得另交生意税钱和衙门存档利市钱。生意不成，这保证金也就别退了，因为你做不成生意，那10有8九是过来行偷摸拐骗之事，闹不好啊还有牢狱之灾。你说说，就这样，有哪个做生意的敢过来？那走亲戚的呢？总不能也要交钱吧？要啊，走亲戚得有保人，还得开具良民来往文书，这些都是要钱的。七宝听明白了。他很穷吗？这么拼命捞钱？穷不穷的咱也不清楚，不过据说这位大人有个儿子在京城读书，就连家中女儿也是在燕山女学读书啊。燕山女学？那是啥地方？燕山女学是本朝开国皇后所办，学生多为世家贵女，寻常百姓子女想进，除非是天资聪颖，某方面能力特别突出者，才有机会得山长特批进入。那白县令的女儿是哪方面很厉害吗？哎呀，白家那位姑娘寻常出身，哪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是白家出了一位世子妃，想要跻身女学，让白家再出一个能耐人而已。那她是怎么进去的？无他，为钱而已。大人说话，小孩子少插嘴。没事，都是自己人。何况三郎也没说错，白家姑娘进女学就是靠钱进去的。哦，难怪白大人这么着急捞钱呢。他眼珠子一转，跟于三郎几个对视一番。爹，我吃饱了。几个孩子丢下了筷子，下了桌，跑回到房里安排下一步计划。现在到了引蛇出洞这一步了。怎么引？他这么急需钱，这都腊月22，过年也没2天了，估计他要出手了。七宝，你觉得呢？我得见见那位白大人才知晓。在楼下上茅房的于五郎气喘吁吁冲上来。快，那狗官居然来客栈了！他发现我们了。你胡说啥呢？爹和钱三叔还在楼下，能是来找咱们的吗？我去看看。师姐，我们几个男人出去不方便，你跟七宝出去看看，你们2个姑娘不容易引人注意。就你也配称作男人？于三郎跳脚，他怎么就不算男人了？好了，这会儿可别跟师姐闹事，免得引人注意。这大冷天的，我在县衙心里不踏实，出来看看。不知钱兄这是？也是今日有亲戚路过，坐着说2句话。大人可要一起？不用，我还得去城北查看民情，就不耽搁了。他转身之际，与七宝打了个照面。七宝不禁眉头一皱。宋苗儿拉着七宝问伙计：“茅房往哪边走？”二人去茅房转了一圈，回到楼上。怎么样，瞅见了没？情况有变，咱们得赶紧找出隐藏在暗处的巡使。为啥？因为那王八蛋明儿有横财入账，
这钱十有八九是坑人来的，明儿就得拿住把柄。那我们上哪去找巡使呀？去茶楼酒肆还有赌坊门口，这几个地方人来人往比较密切，应该有刺史的人。让七宝几个孩子没想到的是，没等他们去寻隐在暗处的巡使，人家已经盯上他们了。交友如云客栈那几个孩子，我总觉得有点奇怪。哎，我一路看着他们进城，宋家那铺子就是他们家的营生，人也都是本地人，这有啥好奇怪的？带着几个孩子进城的是个汉子，那人我总觉得是在哪儿见过来着，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不能吧，都是有名有姓的乡下人。你估摸着是在哪个集市上看到过吧？我怎么觉得这几个小孩偷偷摸摸背着大人，像是想拿住白永山的把柄来着。我已经查过了，李河村河坝上死了人，下面各村的人对白永善那是怨声载道，想借着几个孩子闹出事来也不奇怪。这事儿要如何处理啊？当然要想拿住燕王府的把柄，就得等这事儿闹大，且等着吧。哼，估计就这几日的功夫。要不吃个饭再走，咱不差这会儿功夫。那赶快呀！昨晚上你还说你一早叫我们，你看看太阳都到哪儿了？我爹都去脂坊里跟宋家姑父谈事，估计再过会儿就要回来了。男人家话多了会显得很啰嗦。七宝喝了口粥，看了眼周围的食客，正好跟不远处一个女人对上了眼。两人目光对上，那女人还在愣神儿。七宝对着她甜甜的笑了一下。哎呀，七宝，你快些！不用出客栈了，就在客栈等着。于三郎还想问为啥，于四郎一把将他扯住。小二，再来一笼包子。梁景烈见七宝不着急，眼角余光注意到那妇人在看他们，心中一动，也不着急了。客栈外头进来3个人。小二，还有吃的没？他喊完，就看见吃饭的七宝几个，指着七宝他们桌上。那样的热粥和包子，给我们也来一份。好嘞。哎，没想到这白大人想抢人家炭也就罢了，还要罚人家钱，逼得那老汉没了活路。哼哼，我看那姓白的今儿怕是脱不了干系，谁让监察使大人正好路过，还遇着了这事儿呢。七宝几个一听这话，饭也不吃了，麻溜的下桌往县衙方向过去。老天爷呀，你怎就不给我们这些穷苦人一点活路呀？这大冷天的上山砍柴回来，烧点炭火，被人压价也就算了，如今还明抢，抢了还要我们交罚银。狗官，你逼死我家老头子，贪了黑心钱，早晚天打雷劈，不得好死。那是卖炭的老牛头，2个儿子，一个服药一回来没几天就病死了，一个儿子上山砍柴遇上野猪，被野猪顶在树上，肚子都给戳烂了。老牛头辛辛苦苦烧炭，就为了换点钱养活一家子，没想到，连这样人家的钱都舍得伸手啊！哎呀，少说些吧，没看老牛头为这事儿装石狮子死了，别回头因这事儿惹了官司，不划算。七宝问旁边的大娘：“不是说监察使大人来了吗？人呢？”唉，被那狗官请了进去，这会儿啊都还没出来，估计这事儿悬了。这些狗官，一个个的不干人事儿，就晓得捞钱。不都说燕王清明正直吗？怎么他的属地就养出一堆蛆虫玩意儿？别说了，这位听说是世子妃家的亲戚，跟燕王府的那也是亲戚，不然哪来这么大的狗胆呢？七宝给于三郎、于四郎使了个眼色，兄妹3个悄悄地退了出去，聚在一起嘀嘀咕咕几句。还在生气的梁景烈就听到有女人尖着嗓子喊：“狗官谋财害命，不要脸！我们奉献不要这样的狗官。”对，不要这狗官，再让他待下去，咱就没法活了。随后又有人喊了起来：“撵走狗官，还我们奉献太平！”围观的百姓不知情况，也跟着喊了起来：“听说监察使大人下来考核，撞上狗官逼死人，这会要将狗官砍头呢。”这些人一听县令要被人砍头，
纷纷涌了过去。不到一会儿功夫，县衙门口就聚集了老多人，酒楼的伙计和小贩也来了。一看这情况，朝着一旁女人比了个手势，那女人当即消失在街头。这一幕发生的极快，围观百姓压根儿无人注意。都是下头采买的人不仔细，跟那老头闹了几句口角，哪晓得老人家气性大，居然就在县衙门口闹出这种把戏。我们家老爷为官最是清廉，从来不舍得朝百姓伸手，衣服穿旧了都舍不得换新的，说是补一补就成。没成想家中买个炭，看那老翁可怜，想着帮他一把，全给买了。没成想竟是闹出这等误会，早知如此，这炭就不买了。大人面前你啰嗦这些做甚？何大人与白家也算是有几分交情，更是清楚燕王府世子爷对世子妃的看重。他心中权衡了一番，打算把这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敷衍着过去算了。大人不好了，监察使大人在此，如此慌张，成何体统？不是，大人，外头那些刁民开始撞县衙大门了。什么？他们这是想干啥？要造反吗？随之就是一阵咚咚的撞击声传来，何大人也被这阵仗给吓到了。凤县的民风如此彪悍的吗？他是不晓得，今日卖炭翁老牛头的事儿闹太大，这消息传开，殷瑶一家中死了人的家属也来了。他们白家不就是仗着燕王府有人吗？今儿我就是要把这天给捅破，我就不信了，那刺史大人也能跟他穿一条裤子，就这么看着咱们被欺压不管事。反正我男人没了，我也没想头，活不下去了，要死也拉着狗官一起死。哎呦，不活了，不活了！我这一把岁数了，还活个啥呀？儿子没了，孙子我也养不活。老头子，你等着，我这就来陪你。我也不活了，男人死了，房子塌了，我家小三子也给压死了，我活它干啥呀？宋苗儿见大家情绪激动，场面已经不受控制了，一手捞一个将七宝和梁景烈给拖了出来。小三、小四、小五回家了。七宝，这次能把那狗官收拾下去不？他死不了，毕竟有人护着。不过不用担心，这次不死，他日子也不会好过。七宝，赵连舟匆匆地回客栈，见几个孩子都在，松了一口气。走，赶紧回家。谁来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爹，是我想要给那个狗官一个教训。不是，赵叔，是我出的主意。我是在这里看你们抢功劳吗？七宝，你给我出来！七宝耷拉着脑袋站了出来。今儿这事儿，要是没你的主意，你哥哥他们也干不成吧？爹，我知道错了。错哪儿了？我不该自作主张和哥哥他们进城去。伸出手来！赵连舟平素最疼这个小女儿，今日却没有给她留面子，一戒尺就呼了下去。七宝白嫩的手心随即起了一道红印子，这下是彻底憋不住了，哇的一声就哭了。爹，是我们的错，不关七宝的事儿。少不了你们的份儿。来，给我一个个的讲清楚。老于家的小孩年关头破天荒第一次挨打，从大到小没一个幸免，就连梁景烈都挨打了。挨了打不说，还每人写300字的反思。于老头从村长家回来才知道孩子们都挨了打，包括最宝贝的小孙女。他嘴角抿了抿，没说话，去小孙女的房里拨开了孩子的手心看了看，出来后训女婿：他才4岁，再是聪慧那也是个孩子，好多道理都还不懂，就该咱们大人一点点教他。你一上来就动手，回头把孩子给吓到了咋办？爹，七宝的本事你是晓得的，家里这几个小子个顶个的聪明，小景还有那样一个家世，若是从小不严加管教，再大些，他们走歪了路，
凭着七宝的本事。爹，那会儿他们闯出来的祸，咱们做长辈的兜不住啊。于老头听了女婿的话也沉默了。他不是个听话的孩子，你好好与他说，又不是听不进去，干啥要打得这么厉害？莲儿，咱养的是闺女，还是有大本事的闺女，若是不看得仔细些，将来出了事，可比男孩更愁人呢。腊月28，宋维明特意来了趟盘龙村。那狗官估计是落不倒好，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当日事闹太大，白永善抓了好些百姓进大牢，内沙监察使何大人还想着要和稀泥，嘿嘿，估计这回也得受牵连了。刺史大人手下的钟大人亲自过来探查此事，还来得很急，就在县衙公开审案。这几年他怕是不好过了。哼，他身负监察之职，居然与白永善沆瀣一气，他不倒霉谁倒霉？几个孩子听出了这时候，瞬间觉得挨那些打也值了。不枉我学女人的声音，嗓子都快喊哑了。没错，得亏三哥了。这回事儿没办好，还连累你们挨打。没事儿，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咱们跟大人讲清楚，爹就不会打我们啦。梁景烈却是有不同的想法，下回再遇上，他得想法子把七宝等人撇开，能让坏人掉坑里，还不叫人发现。腊月29，关于白永善的处决下来了，调离凤县，新大人年30上任，这简直是前所未有之事。都说正月顾头，腊月顾尾，明儿就是大年30了。本不该来打扰世子妃的，可我实在是没了法子。你二哥这都是被人给害了呀！杜长全跟王爷不对付，故意让钟有明那个活阎王来折磨你二哥。你说他堂堂刺史大人，你二哥就是个小小县令，哪里斗得过他呀？二嫂，你说实话，二哥他真没害人？哪儿能啊，世子妃您是晓得的，你二哥最是厚道老实，他几时会干这种事来啊？是，之前你二哥是发了禁令，不准百姓上山伐木砍柴，可这都是为了谁呀？这不是胡闹吗？天寒地冻的，你不让人伐木砍柴，岂不是存心要冻死人？小姑啊，你是不晓得，那些刁民惯会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你当他们只是砍柴火回去自己取暖做饭？他们是把大山当自个儿家的，可劲烧炭卖钱。你说今儿这家砍，明儿那家砍，一棵树要多少年才能长成材？你二哥说将来这整个蜀地都是世子爷的，可是咱们小世子的，要是被他们这么来回不当本钱的折腾，等咱们小世子长大了还能有个啥？小姑啊，你二哥能有啥坏心眼子？咱家穷惯了，他就想替你和小世子多扒来一些，免得将来人家说你出身浅薄不如人呢。二嫂，眼看着就要过年了，我也没法子回娘家，你带着这些回去，给二哥好好打点打点，再给京城的盐根送些过去。小姑，我不能要这个，你在王府不易，当哥嫂的没给你帮助也就算了，可不能再让你为难了。二嫂，你与我客气这个作甚？哎呦，不成的，小姑，快过年了，别因为这事儿回头让府里人说你闲话。姑嫂两个推辞许久，白太太也没有收那匣子，连饭都不曾留，带着女儿离开了。娘，小姑是真心要给咱们钱的，眼下哥哥在京城要银子，父亲那里也要打点，你怎么就不要呢？你懂什么？钱与你爹的前程比起来，哪个更重要？白太太没有给女儿讲其中的关键，她知晓白悠然的性子，让她心中对兄长愧疚，才能谋取更多的好处。哎呦，这是怎么了？没事，这不是过年了吗？两个小家伙调皮闹腾，吵得人耳朵疼。梁元琪熟悉妻子，晓得她必然是有事，转头便叫来白悠然身边的管事嬷嬷。世子妃为何不开心？嬷嬷踌躇片刻，还是将白太太来过的事告诉了梁元琪。杜长全欺人太甚，
这是故意打我们王府的脸呢。梁元琪听完就要去府衙捞人，被白有染给拉住了。啊，表哥，我求你了，大过年的，公公远在西北驻守，婆母心中本就难受，再因为这些事生气，可如何是好？可你二哥是不义，可你也不能这个时候去得罪杜大人。陛下本就对公爹多有忌惮，你再为这些事去闹，回头杜大人参公爹不是，可就是咱们罪过了。我二哥他明白这些，特意让二嫂过来，就是告诉我不想让你操心。天大的事儿，都等过完年再说吧。你呀，总是替我着想太多，宁愿委屈自家人，也不想让我为难。放心吧，我会让人去衙役大牢那边，就算年后解决这事儿，也不能让二哥吃苦受罪。我信世子爷。出什么事了？没什么事，就是想着天赐和天凤过了年就2岁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呀，也不知父王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咱们天赐可是盼着见祖父呢。祖母，祖父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孙儿好想他呀。再过2年吧，也许3年5年。当今皇帝一日不放心，估计燕王就很难从西北回来。小景这孩子都6岁了，也不知给祖父写信，估计都没好好读书写字。亲卫长杨秉之出了将军府，一同出来的亲卫问他：杨大人，要不要告诉王爷，小公子他一个庶子而已，还是贱婢所出，也配让王爷惦记？杨秉之丢下这么一句话，大步离开了。亲卫心中替梁景烈可怜，却也晓得杨秉之说的是事实。老爷吃苦了，都是那些刁民害的，让老爷大过年的。爹，你瘦了。可惜福所依，这次也算是因祸得福，老天爷疼憨人呐。老爷，你这话啥意思？我的夫人呐，为夫这次也算是时来运转了。咱的妹夫可怜我这大过年的遭受了牢狱之灾，特意安排我去绵州府衙做钱粮官。老爷，那以后绵州一带的钱粮岂不是都要从你手上过？没错，那些刁民以为一哭二闹的就能把本官给弄下去，殊不知这官场之事哪里是他们那些村野婢夫能懂的呀？这就叫背后有人，做事都有底气呀。啊，爹爹这是升官了。没错，往后咱华儿在女学，再不用担心爹爹品级太低叫人笑话了，严哥那头也不用愁钱的事儿了。这可真是托了华儿他姑的福气，要是将来燕王能上京城，咱们妹夫能夫人慎言呢，这下你该懂得我为何要花大价钱送华儿去女学了吧？哎，可惜世子来得太晚，与华儿岁数相差太大，不然这亲上加亲，咱们白家也能更进一步了。糊涂，华儿她姑是世子妃，是我嫡亲的妹子，这关系何须再进一步？这往后啊，只要华儿嫁得好，严哥在京城能考个功名，还怕咱们白家没有出头之日？昨日多谢赵大哥帮忙了，否则我都不知咋办才好。林婶子好。哎，林氏继续与于世莲说话。小侄在这边上学，住在先生家里，平日里也没少麻烦你们，我老早就想着过来道谢，就是家里一直忙走不开。嗨，你也太客气了，小侄那孩子呀招人喜欢，我们家呀都很喜欢他。林氏与于水莲客套了几句，突然压低了声音道：妹子，清风观的送子娘娘特别灵验，6月他们那里好像要举行什么会场来着，你要不要去看看？七宝听着这话，瞬间就不怎么舒服了。杨枝他娘啥意思？让他娘去求儿子？他们家有没有儿子
跟他有啥关系？啊，多谢林大姐关心了。哎，这孩子吧，在我看来啊，都是随缘的事儿。就像我和七宝他爹刚成亲那会儿，2、3年都没动静，不少人啊让我去求神拜佛吃偏方，他爹说不用管那些，孩子该来的时候总会来的，这种事儿啊不用太在意。我就是想着七宝他爹是个能耐人，有功名不说，如今家里生意又做得极好，万一将来生了那啥心思。林婶子，我爹爹才不是那样的人。妹子，你别介意，我也就是想着你们家帮了我们家小侄不少，也是想让你好来着，这说话。没事儿，我知道。七宝，看看这是谁来了。杨叔叔，你从京城回来给我带好吃的了吗？带了，叔就是把自己丢京城里，也不可能忘记给咱七宝带吃的。哎呀，大人，你这也太客气了。哎呀，他小孩子不懂事儿，你怎么就……一旁的林氏听到了这声大人的称呼，忍不住看向了跟于家人一脸热络的杨福森。嫂子，都说咱是自己人，可别什么大人不大人的。这是我媳妇李氏。嫂子。哎，于是莲这会儿已经顾不上林氏了，急忙迎了李思君往屋里去。林嫂子，要不坐坐再走？不了，你家有贵客，我就不打扰了。赵秀才，今儿特意过来也是为了感谢你昨日帮忙，你忙，我先走了。爹，这是杨家婶婶特意为我买的京城小吃金玉酥糖，可好吃了。你快换牙了，少吃些糖。七宝随即垮着个小脸，可怜巴巴的，叫一旁的李思君看着很是喜欢。他已经听夫君说过了，他能够捡回一条命来，得亏了眼前这个小丫头。夫君，我们收七宝做干女儿好不好？回去路上，李思君与杨富森提起了这事儿。赵哥对这闺女很是看重，之前有人借着收干女儿的名义想害那小丫头，那事之后，于家人想对认干爹的人家就都有忌惮了。李思君没想到这其中还有这么一出，不免有些遗憾。他是真心喜欢七宝这个小丫头呀。你要是喜欢那孩子，以后时常接来家里玩就是。以前家里没个女眷，我有时候想带来家里都有不便，等家里安置好了，再请赵哥跟嫂子一起过来坐坐。夫君，我怎么觉得你与赵大哥之前似乎很是亲近？他很像我曾经的一位兄长。他们家怎么还跟县令大人有交情？据说是七宝给杨大人帮过忙，所以杨大人才会与赵叔交好。他一个小丫头片子，能给人家大人帮啥忙？我看那都是于家为这个女儿造名声，指望将来能嫁个好点的人家。娘，赵叔和于婶子不是那样的人。只是说说而已，你怎么还当真了？娘，赵叔待我极好，七宝和他几个哥哥也帮我不少，做人不能忘恩负义。知道了，瞧你还护着人家了。不过你赵叔有才学，家里买卖又做得好，他们将来那些家业总不能全给那几个跟自己没血缘的儿子吧？那是人家家里的事。小侄，你看于家人啊，待那个没爹没娘的小景都那么好，你没事儿多去于家走动走动。他们家兄弟多，听说老大在县衙门当差，老二在医馆做事，与这样的人家交好，咱不吃亏。杨直低头赶路不说话了，他就不明白，为啥在奶面前软弱跟猫一样的母亲，在他面前咋就那么多话。母子俩到家门口，远远就看见有马车在院门口。哎呦，是明熙来了，快，屋里坐。身后的杨直看了于明熙一眼，不明白这个有钱人家的小姐怎么没事老爱往他们家来。娘，那个林婶子她不喜欢我。胡说，人家给你送了吃的，怎就不喜欢你了？因为她对我笑是这样的，这样看着是在笑，但是肌肉很僵硬。行了，你又不是金元宝，还能见谁都喜欢你不成？娘，
我爹前儿在码头帮他做啥啦？唉，他去码头卖鸡蛋，有混混故意找事儿，想讹他的鸡蛋，叫你爹给碰上，呵斥了2句。码头上的黑子跟你3个认识，人家多少还是要给你爹几分面子的，随后就把鸡蛋还给了他。七宝哦了一声，唉，说来啊，他也是个苦命人。杨志爹去得早，他年纪轻轻的就守了寡。听说杨志祖母也是个不怎么好相与的，这些年啊，这妇人估计受了不少委屈。好在杨志听话懂事，又是个男孩，等他再大些，林氏也就熬出头了。娘，你有没有遗憾我不是个男孩？还男孩？哼，你呀，可比村里那些男娃调皮多了。七宝啊，他说随他说去，在爹娘的心里，你就是上天特意给我们送来的宝贝，谁也无法替代的宝贝。娘，我也很开心，有爹和你做我的父母亲。母女俩端着衣服从河边回来，就看到宋家的马车停在大门口。莲儿，你回来的正好，我得去一趟绵州处理点事。可是绵州那头出了啥事儿？没啥事儿，就是有2家说好的酒水现在想退货，我去跟人家谈谈，不是多大的事。我也要去。你胡闹啥呢？你爹是去办正事儿。让七宝跟着一道。宋哥，你这回遇上的麻烦有些棘手啊，莫非对方大有来头？宋哥，可有听说过鸿福大酒楼？宋一鸣想了一下，好像是去年新开的酒楼，这老板大有来头。宋哥，这位赵哥说出口可就不是我说的了啊，你们可得看好孩子。胡三叔，你有话直说就是，我嘴巴严实着呢。胡三没料到七宝居然敢插嘴大人说话，对赵连洲不免多了几分审视。这年头能教养女儿还能这样带在身边的可不多。那鸿福酒楼的老板叫白永成，据说是燕王府世子妃的大哥，你说人家这身份地位怎能跟人家斗吗？可是我们做的酒水生意又没开酒楼，跟他们家有啥关系呢？你还小，不晓得这其中的道道。归根结底，你们酒家卖太好，带动了人家酒楼的生意，这不，人家生意好，鸿福酒楼生意就差了吗？七宝无语了，自己生意不好，不想法子去做生意，反而找他们家的事儿，这上哪说理去？赵连洲与宋维明互相看了一眼，看来这事儿找酒楼老板没用，还得想法子找白家人。七宝借口去如厕，将雪娘给放了出来。白家人这么坏，背地里肯定害的人不少，你找找看，看看能不能找些被他们害死、执念太过留下的亡灵。要我说，费那事儿干啥？我直接钻他被窝，不吓死那孙子，也吓到他屎尿失禁。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万一把他给吓坏了，惊动了世子妃，再找高人过来可怎么办？得，这事包我身上。七宝从茅厕出来，还没等他爹和宋维明找上白家人，白家人已经遣人找上门来了。毕姓张，是鸿福酒楼的掌柜，2位可以唤我一声张掌柜。把你们这儿最好的点心炒货拿下来，给这小娃娃。谢谢张家伯伯，伯伯这般厉害，酒楼生意应是做得极好，对不对？老板做生意厚道，酒楼师傅手艺不错，承蒙新老顾客捧场，生意还不错。骗鬼哦？不对，他连鬼都骗不到。要是生意好，白家至于这么急赤白脸的祸害人吗？做生意素来讲究公平竞争，哪有见人家生意好就去谋人家好处的？你懂什么？妇人之见。他余家小门小户做出这等酒水，无疑是孩童抱金元宝过闹市，哪能不引人觊觎？若是他识趣，投靠在我们白家名下，以后外头风雨自有我白家罩着，省去多少烦心事，不比他们自己辛苦打拼来的强。白大太太不想与白永成说话，转头去了小儿子院里。那店又破又旧，看着就恶心，
我都跟二婶说别去那儿吃饭了，也不知二婶怎么想的，非要去那种破地方。嘿，我们都愿意将就一下了，那店家娘子还敢跟我们甩脸子，就小爷这脾气哪里受得住，飞起一脚就把他那摊位踹倒，桌上油条饼子掉了一地。敢惹小爷，我叫他生意都没法做。小弟真棒，对付这等刁民就得拿出咱们的气势来，叫他晓得咱们不是好惹的。大姐，姐夫若是对你不好，咱换个人家就是，就他家。住口！你今日回来干啥？娘，你是不晓得，陈家现在是越来越过分了。陈峰那个大姐都出嫁了的人了，前年发大水男人死了，陈家也没少帮衬，这些我也就不说了。他可倒好，今年还蹬鼻子上脸，带着2个小的回娘家来不走了。为啥不回婆家？听说是婆家偏袒小儿子，霸占了大房所有财产，他大姐才会拖儿带女回娘家来。志玲，你刚成婚那会儿，你大姑姐待你不差，逢年过节给你的礼都是独一份儿。如今人家落难，陈家也不缺那口吃喝，你干啥跟人家过意不去呀？娘，他对我好些怎么了？我小姑可是王府世子妃，我二叔也是五品前粮官，他陈家是个什么东西？不过是满身铜锈的商贾。我嫁给他陈家那可是低价，我干啥要随他们的意？反正他大姐一天不走，我就一天不回去，谁也别劝我。白大太太失望地看着女儿，她怎么就忘了，她外祖家也是满身铜锈的商贾呀。对，大姐，咱不用怕他们，大不了这日子不过了，就凭咱小姑的本事，定能给你挑个当官的。干啥要委屈自己，跟着一个商户过苦日子？是吧？娘，连小弟都明白的道理，你怎么就不明白呢？白大太太看着这一双儿女，越发觉得陌生，打定主意，以后孩子们不准再去王府了。都说这天下生意啊，一个人是做不完的。你们家远在益州凤县，要来往这边呢，也都有不易。何况这出门做生意啊，3教9流都会打交道。这背后要是没个能耐人撑着，两位兄弟啊，想必你们也知道，这世道做生意难呐。掌柜伯伯，做生意光明正大，1不偷2不抢3不坑蒙骗人，怎么就难了？莫非有人眼红会抢我们家的生意？两位老弟，教孩子也得有个分寸，别小孩子口无遮拦说错了话，回头在那心眼小的听见，还以为是大人故意教的。掌柜伯伯，那你是那小心眼的人吗？哼，两位兄弟，话我已经说到这份上了，至于听不听就看你们的了。俗话说得好，出门做事先做人，别回头得罪了人还啥也不知道。告辞。这姓张的说话不好听，可他有句话说对了，这出门做生意背后没人还真不好做。是这么个道理，所以我想寻一下孙家人合作。孙家人？这谁家？怎么没听说过？是杜长全的女婿。孙家和寻常商贾不一样，家中不只做生意，还有当官走仕途的，这样有底蕴的人家可不是区区白家能对付的。可咱们与孙家没交情，这样的人家如何搭得上话？爹，我去问问小二有啥好吃的。你别跑远了，叫了菜就上楼。你去寻一寻那孙家的人，看看有啥地方能让我爹跟他们搭上话。我说主子，你这安排也忒多了些，要不咱招兵买马，再收几个小鬼帮我们办事吧？不能，阴阳两道各有规则，你是那个例外。若是我再招了别的游魂，必然会引起下头注意，到时候被人盯上可就不好啦。好吧，那我这会儿去寻孙家的人，等夜深了再去白家府邸逛逛。七宝拿了一颗荆棘刺，扎破手指，点了一滴血在血娘眉间。去吧，便是碰到人家供奉的宅家神或是门神，你也不用害怕。主子，我再跟着修炼几年，得你些好处，是不是就能凝实体，行走阳间了？不能，人鬼殊途，
你再是厉害，也不能坏了天地法则。雪娘顿时蔫了，所以她这辈子只能是个死鬼。哎呦，小丫头，可有伤着哪里？大哥哥，你真好看。孩子，你该叫我叔叔才是。叔叔，你真好看。方才可有撞伤了你？没有，是我莽撞，该我说抱歉才是。五爷，我们该走了。这盒糕点就是叔叔送你的见面礼。没等七宝反应过来，他便带着小厮扬长而去。你咋下去叫个饭的功夫就拿了糕点上来？我在楼下撞到一个漂亮叔叔，然后他就给了我这个，我都说了不要不要，可他非要给我。咱们七宝走哪儿都很受人欢迎啊。赵连舟拉过了女儿，检查身上有没有受伤，见七宝好好的，松了一口气，继续与宋为民说起了孙家之事。爹，宋叔，你们不用太担心，从今儿下午起，事情就开始有转机啦。七宝可是看出什么来了？七宝点点头，他看不出爹爹身上的运道，却是能够看出苏一鸣身上的颓靡之气渐渐淡去，颇有一种云开日出的架势。既是有转机，就无需发愁。赵兄弟，咱俩喝一杯。中邪了。赵连舟没想到，昨日还威胁他们的白永成，今日就中邪了。伯伯，请喝茶。赵老板好福气，生得这般伶俐小闺女。啊，孙老板客气，小女顽皮，叫孙老板笑话了。赵老板，听说你是读书人，必然也明白，这财帛动人心，实在是你家酒水品质不错，太招人眼红了。赵秀才有功名，假以时日，定然能一飞冲天。可在这之前，赵秀才何不韬光隐晦，认真备考，将这些俗务繁杂之事交与旁人来打理？赵连舟与宋为民相互看了一眼，对孙如海的来意已经很清楚了，他这是想要从中分一杯羹呢。孙老板说的极是，只是我与大哥初来乍到，对绵州城不熟，不晓得绵州城可有什么人适合与我这等小民合作。赵秀才不愧是读书人，说话行事不见半分扭捏姿态。孙某最是喜欢与赵秀才这等爽快人合作了。孙某不才，读书一途呢没什么天分，倒是经商一道有几分心得。若是赵老板不弃，与我孙家合作，别说这区锦州城，便是再远些的陇州、秦州也不在话下。将来生意上去了，去京城也不是没可能。两位老板以为如何？孙大哥言之有理，只是此事事关重大，孙大哥应是对我有所了解，就该知晓我是入赘，这种大事总要与家里人商议一二才是啊。那孙某便在此静候赵老板佳音了。送走孙如海，三人回到了房里。七宝，你看这孙老板如何？虽是有商人的狡猾，大抵上还是过得去的，且他财运极好，背后又有贵人相助，若是我们家与他合作，以后必然能顺利。赵老弟，七宝都觉得这人没问题了，你还有啥疑虑？宋哥，你不觉得这事未免太过巧合了吗？昨日我们才说想要寻孙家人，今日孙如海就自己上门来了，你说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猫腻？你说的对，他来的是有几分及时，不过仔细想想，也不是什么好奇怪的事。毕竟咱们家这生意，好些人都想掺一脚。他见白家七上门来，打着雪中送炭的主意，也未尝不可。爹，宋姑父，跟他合作吧，不会有事的。过2天再找他谈这事。他前头说了要托人回去询问老丈人，没道理这么快就给人回复的。雪娘的身影就是这个时候飘进来的。爹，我要出去走走。就在客栈里玩耍，不许出门去，知道吗？知道啦。白家那个坏蛋是你给吓唬的？我没出面，只是将这几个孤魂野鬼给找了回来，带着他们进了白家大宅。七宝看向那几人，老人没了腿，老太太水淋淋的，应该是投河而死。至于2个少年，身上没一处好的，其中一个还被割掉了舌头。那小姑娘最是可怜，
小小年纪被人凌辱致死。他们，他们家挨着个庄子，那个庄子是白家人的，他们家的田地刚好卡在白家田地中间，将白家一大片田地一分为二，白家就提出要出钱买下他们家的田地，或是拿白家的田地跟他们置换。置换也挺好的呀。你是不是傻啊？就白家那样的人家，你以为会给置换什么好田地？他家给人老鱼头一家置换的田地，离他们村走路都得大半个时辰，靠山脚下背阴坡上的一处荒地。先不说这地好不好，就说人家老口子带着3个孩子，那么远的田地，人家怎么耕种啊？这也太过分了吧！置换肯定是同等条件置换呀。要不说这白家人蔫坏呢，换地人家不愿意，就说拿钱买。近20亩的上好田地，他给人家5两银子，这不等于明抢吗？这白家人也太无耻了。小仙子，你要替小老儿做主啊！小老儿是绵州城外羊头村人，祖祖辈辈都在村里生活。早年间儿子出息，置办了不少田地。前年发大水，我儿子儿媳想要抢收粮食，被大水冲走，尸骨都寻不到，留下我们老2口和3个孙儿。本来日子艰难也还过得去，哪晓得这白家人一来，便彻底断了我们的活路啊！白家人与当地里长、县令勾结，将附近田地说是买，却是半买半抢，落在了自己名下。村民们都是敢怒不敢言，可于老头一家不一样，其他人家只是多多少少占一些，他家却是全部侵占，让这一家人没法活了。老于头气愤之余，便想着上锦州城府衙要找大人告状。半道上他就被人给拦住了，当场砍掉他一双腿，将他丢在了渠沟里，尸体腐烂才被人发现。他2个孙子受不了爷爷惨死，扛着锄头去找白家人讨公道，被白家下人拿住，按在地上打得奄奄一息，反倒诬陷他2个孙子去庄子上偷果子。小孙女寻哥哥到庄子里，被白永成的小儿子拖进院里，将饿疯了的狗放出来。小孙女吓得四处逃窜，仓皇之下躲到了山坳里，被路过的无赖给害了。家中老太太见老头子惨死，孙儿孙女也跟着没了，心灰意冷，索性跳了河。小仙子，我一家死得冤呐！你想如何？小老儿不会给小仙子惹麻烦，我一家死绝，再要那些田地也没用了。我就想要他白家不得安宁，要他白老狗这辈子都不安生。雪娘，你带他们去吧，但你们最多只有5天时间，时间长了必然会生祸端，引人注意，到时候你们魂飞魄散，可就得不偿失了。老于头一家感激地给七宝磕头，随着雪娘再次消失在客栈里。赵老板，这都好几日过去了，不知考虑的如何了？伯伯，你这几日是不是没睡好？哎，店里生意忙，我这儿哪能好生休息呢？骗小孩呢！白家不得安宁，他的酒楼同样也被老于头一家折腾得疲惫不堪。张掌柜这个管事的能够休息好才怪。张老板，你这意思是不打算跟我们白家颜面了？伯伯，你不是姓张吗？怎么又姓白啦？一边去，大人说话小孩子少插嘴。掌柜见谅，我们就是小门小户，做点小本生意，白家那等大买卖我们实在是高攀不起。赵老弟啊，你人年轻，到底经历太少，别不知好歹啊！张掌柜这话说的没错，人呐，贵在有自知之明，别以为麻雀飞上枝头做了凤凰，就以为能为所欲为了。哼！赵老板与孙老板认识？张掌柜有句话说得很对，我人年轻，没经过什么世面，尤其是这异地他乡的，那就更怯场了。这不，我听张哥的话，打算找个人学习一二，也不知孙老板贵人事忙，
给不给小弟这个机会啊？好说好说，我这人最是好心，遇上需要指点一二的年轻人呢，那必然是知无不言了。难怪赵老板看不上我白家，原来是另有靠山了。好叫赵老板知晓，这孙家的狗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孙家的狗不好当，伯伯你在白家当狗就很容易吗？我自然是。张掌柜话说一半，才察觉到七宝将自己骂作了狗。赵老板可真是会教孩子，且小心祸从口出。掌柜见谅，小孩不懂事，想必掌柜大哥不会跟个3岁小儿计较吧？七宝张口想说，我不是3岁，我已经5岁了，被他爹捂着嘴巴，目送着张掌柜气哼哼的离开。二弟，你来的正好，你看看你大哥，这都好几天了，一直这么神志不清的，请大夫来开了药也不顶用。大哥，是我呀，永善呢。好冷，走开，别来找我。白永善连着叫了好几声，白永成都没个回应，他一颗心直直的下坠，终是知道大哥这情况是真不好了。大嫂，大哥怕是沾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要不找个人来看看吧？找了，来了好几个道长，摆坛做法折腾了许久。他们在的时候，你大哥昏睡过去，他们走了没多久，你大哥又开始这样了。大嫂，你怕是叫那些江湖骗子给骗了。我知晓他们可能是骗子，可我没办法呀。你大哥一直昏睡不醒，客栈那头也出了事儿，豪二也不安宁，我就想着找个人来看看，快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送走。你陪大嫂看着大哥，我去酒楼里看看，顺便看看能不能找个能人过来，替大哥解除麻烦。听说义城州凤县来了2个卖酒的，跟大哥的生意一直谈不拢，会不会就是他们故意使坏害了大哥？凤县，小主子，这里。你一路过来，可有人看见你？嘿嘿，放心吧，我3岁起就在明州城混了将近10年，这大街小巷的没人比我更熟悉，他们发现不了。得了吧，你满打满算不过10岁，居然好意思说近10年？嘿嘿，主子，还真让你说中了，那几个道人不敢私吞，该咱们的银子一个铜板都没少。七宝接过了银子，掂了掂，还有些沉，看起来银子不少。那这银子给你，就当做你起家的本钱，以后能占多大地盘，收多少小弟，那就看你自个儿本事了。啊，给我的？主子，你不留着些？不留了，我也不是白给你钱。你在绵州替我打听消息，如果可以，将来益州那边，我希望你也能有消息渠道。长生愣愣地看着眼前至多4、5岁的小女娃，100两的银子，他就这么给了自己？3天前，他还是个蹲在客栈门口的讨饭的小乞丐，这个小仙子突然就出现在眼前。你今日讨不到钱的。走开，我不打小孩。你今日不但讨不到钱，还会挨打。小屁孩，你再不走开，信不信小爷揍你？太阳下山之时，你到后巷口上，我有话跟你说。长生躲在阴凉处歪了歪身子，闭上眼睛不搭理他。一直到太阳西下，他面前的破碗里也没有收到过一个铜板的施舍。嘿，今日可真是怪了，莫不是叫那小破孩乌鸦嘴给坏了运气，害得颗粒无收？刚起身就冲过来一条狗，朝着他吱哇乱叫。死狗，滚开！好啊，你个乞丐，居然敢打我们家的阿福，今儿小爷不打死你！少年上去就这一巴掌扇在了长生的脸上，接着又是一脚踹在了他身上。也不知哪来的臭乞丐，居然敢动我们家的阿福，今儿可得给他些教训。长生心中愤恨，却也知道他斗不过这些人。一个猫腰躲过了少年的攻击，侧着身子溜进了巷子里，一溜烟儿的跑到了后巷口上。这下你该信我了吧？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只要我想，我便能知道。
2日后我还能让你发个小财，你要不？我要。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爽快的人。来，我告诉你要怎么做。长生听完了七宝的安排，心都凉了半截儿。他居然要找人去骗白家人的钱，胆儿咋这么肥呢？你不敢？哼，我怕啥？只要你给钱到位，我杀人都敢。只要你出得起价。很好，放心吧，我安排的事从未有失手的时候。长生收回了思绪。主子，从今往后你就是我长生的再生父母，你叫我干啥都成，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你看戏文就只学了这么2句。反正小的以后就都听主子的了。你如今拿了钱，便去找个能住人的地方。还有，你得学认字，往后我跟你联系，肯定是要给你写信的。长生高兴的都要飞了，他还能学认字。不过在这之前，你还得替我去办一件事儿，同样不能让人知晓，明白吗？明白。七宝送走了长生，回到客栈，刚一上楼就看到了他爹站在楼梯的拐角处抱臂看他。爹，你跟宋姑父忙完啦？哼，哪有你来的忙啊？说吧，跟那启儿事儿都办完了？别以为他这2天忙着跟孙家人谈事儿，就不晓得七宝的小动作。忙完啦。说完又察觉到不对，赶忙捂住嘴，大眼睛看向他爹。大人可真坏，随口一句话就套入了小孩。你胆儿肥得很呐，还敢去跟白家人对阵？你不晓得，这2天咱们与白家本就关系紧张，万一被人发现了，你猜他们会不会对你动手？我都是计划好的，不会让人发现的。赵连舟叹了口气，他耳提面命对七宝讲了一番白家人的阴险，顺道将那些大户人家还有权贵之家对付人的各种阴谋诡计都给孩子讲了一遍。爹，你咋晓得那么多权贵之家的事儿？你太爷出生时，咱家祖上还不曾没落，他老人家见多识广，自然是要将这些经验讲给后人示警了。这2天都别跟白家人接触了，明白吗？反正该安排的都已经安排好了，他也不用再去找长生了。不是说有脏东西吗？哪儿呢？二老爷，这事儿说来也是怪，没客人的时候啥事没有，这一旦有客人呢，那东西就出现了。是吗？白永善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事儿。行，这事你先别管，店里该怎么营业就怎么营业。营业？张掌柜一懵，都没有客人敢来，还怎么营业？到了晚间，出乎张掌柜的意料，来了好些客人。后来人越来越多，让整个酒楼爆满。给我记住，今晚不管发生啥事，都给我憋肚子里，不许闹出什么幺蛾子。谁要是敢坏了今日东家的生意，月钱也就别想要了。几个小二战战兢兢的点头。客人上厕所，他们都放一个人守在外面，就怕出什么事儿。结果让他们意外的是，那叫人吓破了胆的脏东西并没有出现，一晚上风平浪静，啥事儿都没有。咱办事儿哪能让他们知晓啊？那狗官坏得很，今日来的人全都是他下属家眷，他那酒楼价格不便宜，今儿晚上好些人都是打肿脸硬撑着来吃他这顿饭的。不过这些人来都来，那回去也别想落得好，尤其那个狗官的几个狗腿子，那几个狗腿子回去时，有人掉沟里，有人撞破了头，还有人马车失控，险些车毁人亡。你让人干了这种事儿？哪能呢？这可不关咱的事儿。这是另外2个酒楼看他们家不顺眼，派人去酒楼里打他，见酒楼没出事，就在半道上给他们搞点事喽。对了，这搞事的可不只是2家酒楼，还有布庄、钱庄也参与了。酒楼跟他们是有利益纠葛，关布庄和钱庄啥事儿啊？这我就不知道了。你瞧白家那个小胖子，估计他一家子都不是啥好人，
坏事做多了，自然是人见人打，巴不得落井下石呢。七宝捂着嘴巴嘻嘻的笑，这可真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儿。他都不用出手，白家就有人收拾。七宝，该睡觉了。七宝捂着嘴，在黑暗中和雪娘偷着乐。这位爷，我瞧你家里近日怕是不安宁啊，是招了孽障进家门呐。老乞丐，当着我的面胡说八道，会有什么后果？你知道吗？贵人早年家道中落，父母早亡，无亲眷相助，兄弟相依为命，得贵亲相助，终得云开见月明啊。可这富贵如水中月，镜中花，缥缈不实，转瞬如云烟呐。白永善心一紧，他父母虽是早亡，得姨母相助，但兄妹几个不想叫人看低了，并未让人知晓自家底细。这老乞丐句句说到点子上。贵人要是觉得小老儿胡言乱语，且去吧，待明日午时到落马桥下寻老儿便是。只是贵人今日回去且小心些，尽量别走有水的地方，否则怕是有血光之灾呀。白永善站在老乞丐跟前，盯着他看了许久，才转身往家里去。他心里想着事，不知不觉走到了岔路口，本想着走青鱼街回去，可一想到青鱼街那头有个池塘，还是算了，换条路走吧。不管信不信的，这2天少生事。老爷，您走哪儿去了？小的去接您，都没找到人。你去哪儿了？小的赶车去青鱼街接您了呀。你去青鱼街，那边可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还真有一件事儿，2拨混子为个卖唱的歌女起了争执，当街拔刀打斗起来，伤及了不少路人。就在池塘那块，还有人掉下了水。哎呀，事儿闹得可厉害了。小的回来时，衙门的人都过去了。小的就是担心大人回来走那儿路过，会不会被人给误伤，才跑得这般着急嘞。白永善听得心惊胆战。快，去永顺大街三毛胡同寻一个老乞丐，约莫50、60岁，头发花白，牙齿发黄。快去将他请来家里。小厮一怔，随后带着几个人寻找老乞丐去了。白永善进了白家后院，里头一阵哭闹声。出什么事了？老爷，花儿出事了。怎么回事？令千金落水受寒，夜间怕是会发热，稍后我开副药，若是晚上发热便给他服用。怎么回事？花儿素来懂事，怎会落水？他今儿在房里看书，本来好好的，后来说看书看得累了，就想着去园子里走走。他那么大个人了，一开始丫鬟们也没注意，发现时他已经自己走进了水里，都快淹没头顶了。老爷，你说我们家该不会真惹了什么？我让管家请的道人来了吗？请了2个，还不如前头几个骗子，复制点火撒米啥动作都搞，啥用没顶。有个道人还偷摸进了大嫂房里，企图想偷东西。没逮住送衙门吗？那会儿家里乱得厉害，花儿进了水，后根逮啥吃啥，没吃的他连树叶泥巴都往嘴里塞，哪有空去管他呀？他见被人撞破，和另外2个道人一看情况不对，趁乱跟着一起溜了。这些王八蛋干这事儿不行，是障眼法脱身倒是有一手，都没注意，人就跑得没影儿了。贼子欺人太甚，真当我白家是吃素的不成？看来还是得请那老乞丐来才行了。一直等到了下午，太阳快落山了，小厮才满身疲惫回来。老爷，小的几个连同酒楼里的伙计，顺着永顺大街还有青鱼街几条相邻的街头巷尾挨个都找遍了，就是没见着您说的老乞丐。他明明就在三毛胡同口，莫不是有飞天遁地的本事，已经离开了？小娃娃，我学过几年梅花艺术，看人看事虽说胡说八道混口饭吃，可你该知道，干咱们这一行的，要是没点真本事，轻则被人打断手脚，重则蹲大狱吃牢饭。
小老儿看人没出过岔子，唯独看不出你的面相来，真是奇怪呀。大爷，这鸡腿吃着好吃不？好吃，好吃啊！长生啊，待会儿给道爷再打包2只，不，打包5只。你吃了，你那些难兄难弟可都还没吃呢。长生有点难为情地看向七宝，金爷干啥这样啊？又没觉得吃喝，主子待他那么好，他还哄人家小孩子的吃食，这也太丢人了吧？没关系，回头我就让人打包，再给装2只烤鸭和饼子，一并带回去吧。金爷，您喝酒可别误事儿啊。放心，小老儿办事，一准儿不会出岔子。办成这事儿后，金爷你就离开绵州，换个地方躲一阵。长生你自己看着办，我先回去了。老子跟你说多少回了，我的名字不能随意告诉别人，你怎么就记不住？我压根儿没跟主子提起过。那日你蹲墙边捉狮子，也是主子一眼挑中了你，我哪知道他为啥会选你呀？你老实告诉我，这符纸是谁所画？我不知道呀，小主子是跟着他爹和姑父过来的，那2个人一直忙着谈生意，也没空搞这个吧？不对，不对呀！那小女娃身边必然有个高手，还是远胜于他的高手。看来他明日办事要谨慎了。就这么放过白家人？白家这次遭创，气运损耗不轻，将来就是那位世子妃与小景的博弈啦。明儿你让老于他们一家离开吧，再这么折腾下去，他们必然会魂飞魄散的。要我说，还不如弄死他们算了。他说完也没有见七宝回应他。再瞧，好嘛，小东西已经睡着了。老神仙，可否请尊驾去我府中看看？凡尘之事，沾惹便是因果。白仰山一愣，不明白他这是去还是不去。老爷，他们这种世外之人办事儿是要讲因果付出的，只怕是要……老神仙，在下以千金相请，不知可否？唉，钱财之物与我这方外之人有何用？罢了，到底是与你一场缘分，若是不曾见着也就罢了，即使见着就不能坐视人命不管呢。多谢老神仙。金爷走到白永成跟前，突然双手结印掐了个法诀，对着白永成上方大吼一声：滚！这一场面将屋里的几人都吓得不轻。金爷摸出了一张符纸，往桌上的药碗里一扔，那符纸随即燃起，转瞬化为灰烬。那给他喝下去。白大太太不敢耽搁，赶忙倒了水，将那灰烬搅了搅，端了过去。片刻之后，他娘，你给我盖这么厚的被子干啥？大热天的，怪热的。哎呀，老神仙果然是有真本事的。这边请，替我侄子也看看。金爷进了白之豪的房间。这是惹上饿死鬼了呀！老神仙，这能处置吗？不是什么大事，先给小老儿备些吃食吧。这忙活半天，也饿了。白二太太不高兴了，这都啥时候了，还要忙吃的，就不能看完了再吃吗？他闺女白之化还等着呢。还不快去，把好酒好菜都给老神仙送上来。大人，你不吃吗？不瞒老神仙呐，我这心里挂着事儿，实在是吃不下呀。这脏兮兮的，看着就恶心反胃，能吃得下才怪呢。他吃不下，白之豪却是吃得下。他趁人不注意，一个翻身从床上溜了下来，伸手便去抢金爷旁边的猪头肉。原本在喝酒的金爷突然手一扬，一杯酒就朝着白之豪扑了过去。去！白之豪倒地捂脸哭嚎：啊！老神仙，无碍，那玩意儿已经离开了。啊，这就好了？白二太太看向了男人，这老乞丐不会是骗人的吧？
啊！哪儿来的老乞丐？快快快，赶出去，臭死了！以后万不可再作恶了，记住，勿以恶小而为之。呸！臭乞丐！豪儿，不可胡来。走吧，还有最后一处。不该呀，这般贵重的人怎会？老神仙，您是高人，必然瞧出小女命格，不如你替小女批个命，若是必然不会亏待了您。罢了，原本这也不该我来说的，泄露天机，我损寿元不要紧，怕是会为你家招来祸事啊！还请老神仙赐教。此女命格贵不可言，只是所出人家底蕴太薄，撑不起贵人命格呀。若是想得偿心愿，需借一借贵人福气庇佑。老爷啊，你说咱把花儿送去他小姑身边养着如何？不行，小妹带着2个孩子本就不易，何必再给她添麻烦？小世子和小郡主身边有的是人照顾，乳母、奶娘、丫鬟、婆子还能用小姑把屎把尿不成？再说咱们花儿都快10岁了，又是个懂事知礼的，说不得还能帮小姑一把呢。王妃娘娘又是花儿姨婆，都是自家孩子，有什么不合适的？此事容我再想想。你真看准了那个死丫头的相吗？准不准又如何？这些人喜欢听好听的，我便多说一些又如何呢？你若嫌这银子烫手不拿就是，小老儿却是不嫌的。金爷也不算说错，他命格未见得多贵重，将来所嫁还真不一般。金爷真给说中了。七宝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取出了1半黄金。这是该我的，金爷，你该离开了。今日夜里我便离开。七宝又对长生道：等过阵子风声过去，你寻2个靠谱的人，去把老鱼头一家给重新安葬一下。长生虽不明白老鱼头一家与七宝有什么关系，但他也知道一点，这桌上的钱那个都是靠老鱼头一家得来的。小二哥，给我们来壶茶，再弄些好吃的。小二见他生得可爱，有意逗他：小娘子，我们这儿有好吃的可多了，你想吃啥呢？七宝还没回话，白志豪就把桌上一碟酱肉给端了过去。这个好吃，给你吃。七宝皱着秀气的小眉头：我跟你熟吗？你就过来搭讪？本少爷打算娶你过门做小妾，你不乐意？七宝惊愕地张大了嘴，他才多大呀？看样子满打满算也不过8、9岁，就能够说出纳妾这种话来。小景家的亲戚怎么都这么奇葩呢？豪哥，回来！别什么阿猫阿狗都往跟前凑，咱们家可不是随便什么人家可攀附的。你姐姐说的没错，你比旺财讨厌多了。旺财是谁？他家比我有钱吗？有个在王府做世子妃的姑姑吗？坐在茶铺角落里的几个汉子，在听到世子妃姑姑时，齐齐地向着白家人看了过来。他会摇尾巴讨人喜欢，才不会对人乱吠。死丫头，你骂谁是狗呢？白志豪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他指着七宝：你骂我是狗？七宝翻了个白眼儿，哼，这是光长肉不长脑子吧？你生得好看，骂我是狗也没关系，但你不能骂我姐姐，她发飙就跟母老虎一样凶得很，我姐夫都怕得要死。本来在生气的七宝，在听了白志豪的话后，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我让你胡说八道！白志豪在家素来是个小霸王，他哪忍得下这口气，当即一头撞在了白志玲的肚子上，而后抓住了白志玲，拳打脚踢。哎呦，这是在外头呢！白二太太将姐弟2个拎了回来，警告地看了眼七宝，生怕他借故赖上他们家。连周和苏一鸣进来，七宝已经张罗好了饭菜。一旁还在生闷气的白志玲，在看到了赵连周之后，呆愣了片刻，而后一张脸就绯红。大姐，你怎么突然脸红了？应该是暑气太重，有些热了。爹，
你吃这个，这个好吃。这一声爹，将白志玲给打击得不轻。这男子看着比他大不了2岁，如此俊美出尘的人，怎么就成亲了？居然还有那么讨厌的一个女儿。七宝感受到了他的视线，很是莫名其妙。这姐弟俩真是有病，一个疯子，一个傻子。爹，宋姑父，咱们吃完饭早点走吧。方才在车上说坐的屁股疼的人是你，怎么这会儿急着赶路的人也是你啊？听说益州城和绵州城不一样，夜里可漂亮啦。我们早点到，吃了饭还能逛逛街。二婶，咱们也走吧。大姐，这一会儿外面日头毒着呢，歇会儿再走好啦。再等会儿吧。白志玲气得跺脚，却不敢再催促白二太太。要是早知道后来发生的事儿，她宁愿自己先追着那郎君离开。哎，今个下午汉山口出了劫匪，你们晓得不？啥？汉山口？咋可能呢？汉山口可是绵州到益州官道的必经之地，在燕王治下管理严明，咋能出这般悍匪呢？可不，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也是不信的。你亲眼瞧见，你咋没事儿？别说啊，你觉得奇怪，我也纳闷呢。人家就抢了那2个马车，把那车夫腿都给打折了。要不是恰巧有个官老爷家眷路过，那2几个估计得被人家给抢走。别说啊，那家人还蛮有钱的，我瞧着劫匪从他们车上翻出不少金银珠宝来呢。劫匪不抢旁人，就抢他们一家，怕是叫人给盯上了吧？所以老话说得好，出门在外，财不可露白，是有道理的。赵林洲看了眼埋头苦吃的七宝，难怪这小家伙中午那会儿催着他们赶路，原来是早早看出了这茬了。二嫂，怎么弄成这副模样了？小妹呀，我们差点就见不到你了。哎呦，我让人请了大夫过来，先让大夫给二嫂和几个孩子看看，有没有伤到哪再说吧。多谢世子爷。哎，都是一家人，二嫂客气了。一旁的白之化抿了抿唇，今晚要不是姑父过来城门口，他们几个人怕是就要在城墙根下露宿一夜。嫁个位高权重的男人何其重要，他将来必然要找个像姑父这样的男人。哎，这几人也是可怜呐。大叔，他们抢人咋还可怜啦？你当他们想抢啊？他们是绵州城商家人，如今白家的鸿福酒楼啊，以前就是他们家的，被白永成兄弟用尽手段给抢了。哎呀，害得妻儿被害，人家能不恨吗？为啥不告官呢？益州那边有杜刺史管着，他老人家与燕王不对付，世子还不敢胡来。可这绵州城就不一样了，绵州刺史王敏强那就是个墙头草，如今燕王不在，他哪里敢得罪世子？这官场啊，可不就是官官相护。七宝小脑瓜一刹间理清了白家为啥不在益州城做生意。大叔，这是止血的药，往前30里有个垭口，那里时常有野兽出没，大叔路过那里可要小心。刘血汉子眼神凌厉地看着七宝，七宝没当一回事儿，将药包放进了他绑着身后的手心里，一起放下的还有一小截刀片。汉子手心接触到那截刀片时，眼神瞬间一震，看向已经走远的小姑娘。王姑娘，麻烦你出去，我们兄弟的事不需要你插手。你和你弟弟都是男子，你母亲不是亲生的，也不管你们兄弟在这儿，我来帮你洗洗衣服，收拾收拾屋子，你有啥不好意思的？王大姐，我大哥都已经定亲了，你干这事儿会让我未来大嫂误会的。于大郎，我可是和你相看过的，如今十里八乡都晓得我与你相看，被你家嫌弃，你要是不娶我便只有死路一条了。七宝都无语了，当初陈大娘来说相看，他娘就没答应，这事儿就几个大人晓得，三郎他们压根儿就不晓得。那之后传出去的风言风语是从哪儿传出来的？你死不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但凡你要点脸，就该去寻那传闲话的人，而不是来找我的麻烦，让闲言加重。
赵连洲后一步进来，身后跟着周家媳妇，已经将事情了解了大概。王姑娘，你若真想寻个好人家，便换户人家吧，我于家断然不可能的。你有空在这儿跟我家大郎纠缠，倒是不妨想想，那撺掇你来纠缠大郎的人是什么心思？我于家可不是什么碍于名声就会忍气吞声的人家，所以你这算盘打错了。就是，大郎还是个不能自己做主的小子，你豁得开面皮，干啥不能找个更好的人家去享福呢？今儿我就把话放这儿了，你再过来，我可就要让街坊邻居过来看看，你这没脸没皮的，竟然敢钻我家院子勾引我男人！你……周永江媳妇这话还真把王金秀给吓到了。他敢跟于大郎这种少年纠缠，却是不敢招惹周永江媳妇这种城里人的。他瞪了七宝一眼，讪讪地缩着手出去。七宝睁大了眼睛瞪了回去，合着这么多人以为他一个小孩好欺负是不是？王清秀路过周家媳妇身边时，周家媳妇壮着无意地说：我要是有你这般勇气，找什么农家子，必然要找个比你大姐还好的人家，将来娘家弟弟还怕没人知应吗？也不知王清秀听没有听进去，出了医馆就去了他大姐王清娟的家里。大哥，这是特意给你买的笔，没事的时候你可得把字好好练一练。秋儿姐他们家多是读书人，别回头被人家笑话。于大郎接过了笔墨和一方砚台，莫名感到一阵压力。二哥，这是给你的医书，你好好钻研。这得花多少钱？知识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周婶子，这是绵州城有名的天香坊的雪花膏，据说可以让皮肤变得细腻如婴孩。婶子生得好看，用了之后必然美若天仙。哎呦，你这小嘴儿怎就这么甜呢？回去啊，让你娘放心，那王家姑娘必然不敢再来了。再来，老娘挠花她的脸。那就多谢婶婶啦。媳妇儿，我这几天都在外头跑，热的身上像是长痱子了，你给我看看。于雪莲一听她长痱子了，赶忙回家张罗给她洗澡。七宝也想跟着回去，刚出酒房就被毛蛋几个小孩子给拦住了。七宝，去我家母猪下小崽了。碎碎不屑，母猪下崽有啥好看的？我哥哥在后坡上发现鸟窝了，咱掏鸟窝去。啊，不行，七宝，跟我去我家那边，那里刺泡可好吃了。狗子急忙道，他爹可说了，一定要讨好七宝，让三叔重新喜欢上他们家。刚回家的七宝连家都没有回，就被一群小孩簇拥着走了。他不知道的是，他爹特意抓了大把的糖果给村里的小孩。快去找七宝玩，他在外这段时间可想你们了。你可真是的啊，大白天的，要是七宝突然回来可怎么办？他忙着呢，可不就在这会儿才有空。今儿夜里他一准要跑来跟你睡。许是在酒房里待太久，媳妇儿身上都带着一股淡淡的酒香气，熏得人沉沦不想起身。娘，爷爷怎么不在家？杨大人托人打听你姑婆的消息，说是有信儿了，你爷爷去了城里。啊？啥时候去的呀？昨儿就去了，按说呀，今儿也该回来了。母女俩正说着话呢，于老头就木着脸进了院里。爷爷，你打听到姑婆的消息了吗？脸色不怎么好看的于老头见着小孙女，扯了扯嘴角，勉强露出了笑容。那头事都处理好了。处理好了，以后外头的事就给孙家人，咱只管生产就成。如此也好。咱家根基浅薄，遇上白家那样的人家，为时麻烦。七宝见爷爷不说话，也知道姑婆的事多半是没下落。吃完饭，七宝就给几个哥哥们分礼物。梁景烈看向怀里的吃食还有玩具，再看于三郎几个兄弟的东西，莫名一阵满足。于五郎小声地跟于四郎道：他是个没爹的孩子，小妹给他准备东西要多些，咱们别跟他计较，
于四郎看了眼傻弟弟，他用得着人来提醒？8月初，杨福森带着李思君过来做客，还顺道跟七宝一家分享八卦。王清秀出嫁了！快说快说，她嫁给谁啦？你猜？李思君忍不住瞪了丈夫一眼，不明白素来稳重的丈夫怎么在于家人面前就跟个孩子一样跳脱。是河县于家子弟。李思君惊愕地瞪大眼。王清秀虽是能干，仅限于乡下人家，河县那头怎么会看上她呀？这事说来话长，她能嫁进于家，还得感谢她那堂姐。不是让你那妹子去纠缠于家大郎吗？她咋跑我们家来了？别提了，我都让人把这事儿给传扬出去了。他巴巴跑去城里，被人家3言2语的给挤兑回来了，真是个不中用的。要不是看我婶子他们家难缠，我才不想接着差事儿。没事儿，都说烈女怕缠郎，她不会，你教她便是。当初你怎么勾搭我的，你照样教她，还不怕男人不上钩吗？讨厌，哪有你这样说人家的？屋里两人嬉闹着，渐渐传出了喘息声。外头站着的王清秀呆若木鸡，他再是愚笨也明白，他那些被于家嫌弃的名声是打哪儿传出来的了。王清秀拿袖子一抹眼泪，堂姐不是怕他攀高枝吗？那他就攀个高枝给他看看，便是出了事儿，堂姐还敢杀了他不成？清秀，什么清秀，吵死了！七少爷，你醒醒，快醒醒呀！干啥呀？于文婷醒了过来，见自己床上有个女子，也没当回事儿。下午玩的那么花，这会儿装什么贞洁烈女？表弟，她是你表嫂娘家妹子。啥？她不是你特意给我寻来的？不是啊，她是你表嫂的妹子，中午还给咱们端过菜，你忘了？对于王清秀，于文婷是真没印象，实在是太普通了。于文婷快速的起床穿衣服。天色不早了，表哥，我该回去了。七少爷，你不能那啥之后不认账，我清清白白跟了你，你吃干抹净就走人，岂不是要我去死？那你去死啊！就你这样死皮赖脸的村姑我见多了，跟你表姐一样，见着我这种出身好的就想扒着不放。滚开！不怕告诉你们，今日我在百草堂遇到了杨大人，他是知晓我来你们家的。若是我死了，依着杨大人的聪明，大姐，你猜杨大人会不会查到这儿来？还有，你逼死了我，以后娘家人你就真的不认了吗？这话不但是将王清娟唬住了，就连于文婷也吓得不轻。那你想怎样？你写个文书，按手印证明你要娶我。你别以为我不识字糊弄我，要不好好写，我这会儿就进城找百草堂的掌柜帮我看看。大姐，我要是落不到好，你家你娘家一个都别想好。王清娟恨得咬牙，还是被王清秀的威胁给震慑了。王清秀得了于文婷的保证，次日一早就说要回家等于文婷来娶她。王清娟松了口气，还想着跟于文婷家人商量怎么毁掉这婚事，哪晓得王清秀直接去了县衙，状告于文婷欺辱良家女子。本就等着捉河县树枝把柄的杨福森一听这事儿，那不是正好的事儿吗？当即把于文婷给提了过去，一上公堂都不用杀威棒伺候，惊堂木一拍，威武一喊，那家伙就给吓尿了，竹筒倒豆子一般将事儿给讲得清清楚楚，连中途来了几发都给说得明明白白，听得众衙也目瞪口呆。来人，去请三老爷过来。火冒三丈的三老爷上了公堂，话都还来不及说，王清秀就要死要活的要撞柱子，每次都好巧不巧的被身边看守的两个婆子给拉住。三老爷，本官治下出了这等事，还请你给本官一个面子，别闹出血溅公堂之事啊。谁晓得她是不是清白人家的姑娘？是清白的，你儿子昨儿下午验证过了，是真的爹。都是儿子醉酒误事啊。你闭嘴！大人，儿女亲事须得父母做主，我总得与这姑娘家人商量一二吧。亲家，这门婚事我同意。
王大娘眼睛红肿，神情憔悴，却难掩喜色。也是王秋秀聪明，她从庄子上出来就托人去寻她老娘了。既是儿女有情，父母也无意见，不如本官做主，保下这桩大媒，也算成就一段佳话。哎呦，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到时候必然请大人过来吃酒。三老爷被杨福森这赤裸裸的拉偏架气得一头栽倒在地上，昏死了过去。爹，公公，亲家。看来三老爷这是因为儿子婚事有了着落，高兴过头了呀。大人们说着话，七宝小手摸着李思君的肚子。弟弟是不是很调皮？七宝觉得是弟弟还是妹妹？婶婶心里想的什么，定然可以如愿以偿的。李思君想要个像七宝一样灵动可爱的女孩，可更想要儿子。正巧咱们七宝有哥哥没弟弟，将来你婶婶肚子里这个就给你做弟弟，好不好？那我暂且收下这个小弟吧。前儿个呀，杨枝他娘过来寻我，说他们家日子艰难，快负担不起杨枝的读书花销了。你也晓得，那孩子呀是个上进懂事的，老头子也对他喜欢得紧。我这一时犯了心软的毛病，就想着让他来你家酒坊里做事，好歹挣了俩钱儿，别让孩子辍学。林氏当时哭得揪心，说羡慕那些在酒坊里做事的人，每月都有收益。要是他有这么个差事，也就不用担心杨直求学花费了。老太太看不下去，便答应替他来说这事儿。于雪莲听左老太太说完，一时没吱声。老实说，她不大喜欢林氏，说不上来为什么。明明林氏每次过来都很热情，平素也不怎么打交道，可她就是对林氏喜欢不起来。你要是觉得不方便呢，我明儿个就回了他。天水村离咱们这边不近，他来回也不方便。既是答应了，便让他来吧。左老太太见于水林答应的爽快，心里反而很是过意不去，决定以后再也不揽这种事儿了。林氏第3天就过来上工了。你就跟大娘他们争粮食吧。多谢嫂子了。七宝从学堂回来，就见林氏坐在他家院里，正剁着喂鸭子的野菜。七宝回来啦，累了不？要不要喝水啊？婶儿去给你倒。七宝微微皱眉，他这是在自己家里，咋整的有些不自在呢？不但是他不自在，就是于三郎几个也不自在。娘，你让杨直他娘别过来了，他今儿居然要帮我洗衣服，我就是他还要给我刷鞋子，我都说不用，可他非要刷。于四郎没吭气，他一直躲着林氏。林氏的过度热情让他很不舒服。七宝好奇地问梁景烈：“他没帮你做事吗？”哼，我瞪他一眼，他就不敢了。几个孩子俱是一脸敬佩地看他。果然，就小景这生人勿近的臭脸才能镇住人呢。哎，我说了，不但说了，还说了好多回了。可林氏依然下工之后过来干活，他能怎么办？又不好跟人发脾气。林嫂子，我家请你来是酒坊做事的，你老在我家忙活，让人家怎么想？你让杨直怎么做人呢？我没别的想法，就是觉得你们帮小直不少，想回报你们一些。可你的报答让我和我的家人都很不舒服。赵连洲说完，提脚就进了屋里，也不管林氏是不是听进去了。林氏眼眶微红，拿袖子蹭了蹭眼角，转身出去了。次日，陈二嫂便问林氏：“小侄娘，我听说杨直才1岁，你家那个就没了？”林氏顿了一下，点了点头。那你这些年有没有考虑在……嫂子，我是个正经女人，不是那等。他脸有些涨红，眼神还带着愤然，像是被这话点燃了怒火。啊，你不走，那就少去余家吧。七宝爹要准备大考了，当初单独盖这酒坊，
村长就是担心影响赵兄弟考试。嫂子，你这啥意思啊？是不是七宝娘说啥了？水莲妹子不喜背后说人，是我管着嫂子大娘们。有时候说话不中听，我也就是说说而已，也没别的事儿。妹子，你别往心里去啊。也不知林氏把这话听进去了还是没听进去，这往后倒是没有再去于家打扰。生辰快乐！梁景烈都愣住了，这一桌子饭菜还有酒水是为他准备的。这是我送你的生辰礼物。于三郎几个孩子也纷纷拿出了自己的礼物，弹弓、打磨漂亮的石子，还有一个小竹鞭，都是几个孩子闲暇之时准备的。我听宋师傅说你很喜欢兵法类的书籍，在绵州和益州2个城寻了好久，也就这本我觉得还行，你看看可喜欢？于老头送梁景烈的则是一把小竹剑。老头子手艺不好，刻的纹路不大好看，你将就着玩吧。梁景烈木呆呆地看着自己面前一堆东西，半天回不过神来。你不喜欢我们送的东西吗？没有，我就是很意外。之前我们也不晓得你生辰，这次去益州才打听到的，所以前2年都没有给你过。梁景烈嗯了一声，眼里水雾蒙蒙，脸上笑容却是很灿烂。这是他记事以来第一次过生辰。前几天杨大人过来说过，河县那头有家铺子要转手，我琢磨着要不要拿下来。大郎定亲了，再过1年也给大办了，要不给他做以后营生？你看好就买下就是，特意与我们说起。可是那铺子有啥问题？那铺子是树枝那边2房的。他家落魄到这地步了。听说是于文海的妻子白氏闹着要回娘家，而老太太没了法子，这才要变卖产业呢。你个小人精啊，这等事儿是你能打听到的？嘿嘿，是怪叔告诉我的。贵叔和村长家大儿子一直在帮于家送货，接触外面的时候多，对于好多新鲜八卦总是能够第一时间知道。爹，你明儿得空可得敲打敲打赵二，他老往人家林婶子跟前凑，这要是传出去，对我们村名声可不好。你看见的？我看见2回，他给人林婶子端水送灵，人家没搭理他。今儿下午他又跑去帮林婶子抱柴火，被云奶奶给骂了。明儿我就找他聊聊。还没等赵连洲开口，就有人上门掐断了赵二柱刚萌芽的小火苗。你给我滚回去！好好的娘们儿跟一群男人混在一起，能是啥好人？娘，你干啥呢？这么多人。干啥？哼，你一个寡妇跑来别人村招摇，让人怎么看我们老杨家？家里是短你吃喝还是咋的？你要跑这儿来做工，是不是看这儿男人多，你心就野了，不着家了是不是？娘，我不就是想让小侄……呸！你少拿我孙子说话，我看你呀就是守不住，想找男人了。干啥呢？都没事儿干了是不是？赶紧上工去，谁的活儿没干好可是要扣工钱的。酒坊门口霎时间就剩下几个老太太和鼻涕小孩。老姐姐，我晓得你是个厉害的，不想儿媳出来吃苦，当婆母的心疼儿媳妇儿是她的福气。可是老太太，这不都是为儿女吗？我听人说你那大孙儿读书可是厉害的紧，我家石头回来呀没少夸他。我晓得啊，你们都是好心，可他婶子你也晓得，寡妇门前是非多，怪我那短命的大儿死得早，村里呀总有人说闲话。我晓得这酒坊生意好，10里8乡的，谁个不想来挣这现钱？可我再想要钱，也不想让人家说那些有的没的。娘，人家说就让人家说好了，咱落了实在，日子过好点不成吗？你闭嘴，收拾收拾跟我回去。走了也好。你呀少听些乱七八糟的，没事啊多读书。
你看看你和你哥哥们都落下了多少了。那不是我比较忙吗？于叔，不是说是2房的产业吗？咋是于老七来买？哎呀，是2房的产业，不过先前因着什么事，这铺子呀就被2房赔给了3房，落到了宇文婷名下。这眼下呢，宇文婷要读书，据说手头上有些紧，就把这铺子给卖了。七宝母女俩对视了一眼，想着多半是宇文斌因为杀人事件潜逃，三老爷觉得自己这一房吃了亏，硬生生从2房手头上扣出来的。你没看错，那房契真是落在大郎名下。哎呀，真没看错，文书是我亲手办的，这还能有假？奉县余家跟和县余家不一样，人家是嫡出出身，不是寻常人家可比的。我们的亲家非池中物，早晚会一飞冲天的，结这门亲事不亏。左老大家的心中那点疙瘩随着这张房契彻底的散了。娘，这是我上2个月的俸禄。你大了，又是在衙门做事，难免啊，有时候会遇到同僚上官请客，不能就人家请你，你不回请人家。之前住在百草堂，给周掌柜他们一家也添了不少麻烦，眼下搬出来，时不时还是买些东西去走动走动，多结交几个人，对你们兄弟没坏处。啊，于大郎心里堵得慌，不晓得要说啥才好。大哥，你和2哥别不舍得，在外头自己吃好点。于大郎送走了娘和妹妹，心里沉甸甸的。从他记事儿起，便总有人说他们是于家捡来的，收养的，再好也比不得亲生的。可他知道不是那样的。你不是在说笑吧？哎，弟妹、大娘、二嫂子，这事能开玩笑吗？我承认，我以前好吃懒做，那是因为我不想干地里活，可外面的活不一样啊。哎呦，得了吧，一个村里住着，谁不知道谁呢？打你穿开裆裤起，干下的那些丑事，老娘都一清二楚。你憋着一肚子坏水，能有啥好事儿？二嫂，话可不能这么说。贵哥都说了，在外头行走，主要靠的是脸皮厚会来事儿，嘴巴会招呼人。我思来想去，觉得这几点我都挺符合。买酒这活儿，我觉得我是真行。赵二，别说我们不给你机会，你以前名声摆在那儿，还有……那我知道。哎呀，我以前不是人，我娘……哎，不怪你们觉得不好。大娘、嫂子，我也不瞒你们，我家眼下这情况你也晓得，我总不能这辈子都打光棍吧？狗子和墩子都大了，我这当爹的也得为他们打分一二。我都快30的人，不能再这么混日子，还是想奔个前程。这事儿呀，还得跟老于大哥商量，我们可做不了这个主。哎，那是。傍晚，云大娘就和陈二嫂一起去找于世莲说这事儿。这说来，她如今是改了不少，论说话会来事儿，还真没有人能比得上她。话是这么说，可我就担心沾惹上王婆子，回头……三人正说着话，王婆子拉着赵四太爷过来了。老三家的，我晓得你不信我，也不信我家老二。我承认，以前我不待见老三，也不喜欢你，现在也不喜欢。可我家老二想去城里做事，你就当看在你死去公爹的面上，给他这次机会吧。今儿把四叔公叫来，当着云大姐和陈二家的面，我保证老二做事归你们管着，我绝不插手，不用担心事儿干一半我回来闹事。啊，来，快坐。四叔公，你吃花生？别，没牙，吃不了了。老三家的二柱现在长进了，和以前还真不大一样。你就给他这次机会，我老头子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他要是敢偷奸耍滑，不好好做事，想着摸店里东西进自己口袋，不用过问他娘，我老头子就能打断他的腿。太爷，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也把话说前头。这活儿赵二柱可以干，可他若是干得不好，
或是有刺痛货款之事，我是绝不姑息的，希望您老理解。是这个道理。二柱娘，你可得记住老三家的话，别到时候闹得难看，让我老头子一把岁数跟着没脸。我晓得。喜宝听说周二柱要去城里看铺子，还特意卜力卦，最后得出了个如鱼得水的卦象。看来他于生意一途还真有几分运道。还是要给你大哥说一声，这毕竟是他的铺子，每天得检查账目，做到心中有数。喜宝，我对不起。你干嘛跟我说对不起？我乃前2日过来闹，让你们……没事，你们村太远，你娘又是个女子，你奶也是担心她来去不方便嘛。那我们还是朋友吗？不是一直都是吗？那就好。心情很好的杨直回家看到了于明熙，心情瞬间不怎么美丽了。你怎么又来了？你今天怎么回事儿？人家三小姐是好心，帮了我们家不少，你就是这么待客的？娘，你不觉得她的好心有些奇怪吗？我晓得你脾气倔，不愿意平白接受旁人的帮助。儿啊，咱家啥条件呢？你是知道的，就靠我和你祖母耕种养些鸡鸭，是供不起你读书的。儿子，你要明白，娘做这些都是为了你，要不是为了你读书，我也犯不着如此低声下气，叫你面上难看。你要是实在不愿意见到他，我让他走就是。杨直张了张嘴，到底没说话。每次他娘一说这种话，他就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恨不能一夜之间就长大，再也不用祖母和母亲辛苦下地耕作，他就能够将他们照顾好。四小姐，你别见怪，小侄就是觉得老让你帮忙，他心里过意不去。林毅说哪里话，我就是觉得跟婶子特别亲近，才会喜欢过来的。林氏见于明熙说话妥帖，全然不像是个小孩子，心里愈发喜欢。林姨，你们村有没有绣活好些的大娘婶子？你问绣活好的人是要做啥？我娘接了个绣活铺子，时常要做绣品，绣坊里的女工们忙不过来，我便想着在外头找点人帮忙。你等等。林氏急忙去屋里翻出了他给杨直衣服上绣的松柏。四小姐，你瞧这个咋样？林姨，都说让你叫我名字就成，叫四小姐多生分呢。这绣活不错呢，是林姨你做的吗？家里穷，我就想着给小侄的衣服花些心思，让她看起来好看些。张妈，你把我车上几个绸布给拿下来。随行妇人怔了一下，还是很快拿了过来。林姨，这里头有绣样，你照着绣就成。这一块完工120文，你看合适不？这哪有不合适的呀？实在太感谢四小姐了。于明熙与他说了绣品规格与要求，便起身离开了。四小姐，那妇人的女工还将就，可要做绣品却是差了一些的。她做出来的东西能行吗？于明熙闭目靠着车壁没有回他。林氏1个月最多做4、5个绣品，撑死了半吊钱，这点钱他还是有的。但愿杨直将来对得起他今日的付出。9月18，宜开张上梁。18这天啊，可以。娘，我也可以去帮忙。18和192天，学堂休木，我刚好可以去。我要去，我好久没去城里了。都别吵，我去是有正事儿，跟你们能一样吗？哼，我没有正事，我要给二哥带腌酸菜过去。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都去了，家里一个人都没有。爷爷最近又买了几十亩地，这些地都要打理，肯定没有时间管家里。万一酒坊有事儿，连个传话的人都没有。去，怎么不去？我跟陈二哥打个招呼，有他们看着不会有事的。